我穿成了汉献帝流鞋，获得一个实力呈指数增长的金手指。我是董卓，我没穿越，但我获得一个预知未来的模拟系统。好消息是我的实力每天增加1/1000，坏消息是正常人战斗力巅峰是10，而我战斗力是1。本以为苍天已死，董卓当立，但我经过数次模拟发现，我们天子好像有点离谱。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只想做大汉忠臣了。可是这演绎的世界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不算擅长群殴的刘关张，也还有能敌万人的吕布啊。我的实力每日增1/1000，且是复利，只要能苟住，26岁实力破万，39岁破100万。倒是你就是魔神吕布，我也给你揍成吕小布。丁，模拟系统绑定完成。谁在说话？宿主你好，我是模拟系统，是否开启模拟？模拟可让你看到未来的事情。明公，何事？刚才你们可听到什么声音？并无声响。跪下吧。仙神可还在？我并非仙神，我只是模拟系统，可以为宿主模拟未来。宿主可以称呼我为系统，意念一动即可对话。天助我也！仙神系统，我该如何看到未来？宿主可以通过本系统对未来进行模拟，模拟会以文字的形式告知宿主未来的遭遇。每天宿主都将会获得1次模拟机会，模拟需消耗声望值，声望值的获取可通过势力扩张、民心凝聚等获得。另外，宿主麾下的名臣名将每天也提供一定声望值。注：人才分为5个等级，分别为绝世、一流人才、李儒、华流，每人每天提供5点；二流人才5名，每人每天提供1点。势力范围：凉州全境、潼关以西至长安地区。目前每天可提供50声望值，视民心而定。当前宿主拥有初始声望是1000，模拟结束后，宿主可从详细记忆、实力、钱财等选项中任选一项。那先投入300声望值，我先看看1年的未来如何。投入成功，剩余声望值700点。丁，普通模拟开始。8月23。第一天，你率大军平和丁原军于城败至。董卓匹夫而无尺寸之功。两军前阵前，丁原转对你破口大骂道：“听到丁原的话后，你当即要跟他对骂一番，却不料丁原那边根本就不讲武德，还没等你开口，他身边的温侯就提着方天画戟朝你冲了过来。明公快走！好在你身边也有几位忠心偏将，见到温头杀来，连忙迎了上去。结果仅仅片刻时间，温王就镇斩了你3员偏将，并带着大军对你进行追杀，直到逃出30余米后，你才将溃军收拢起来。入夜，你对手下大发雷霆。蠢货，饭桶！这么多人打不过一个吕布吗？我养你们干什么的？就在此时，若是老夫能得吕布这等猛将，何愁天下不得？吴谋与吕布乃是同乡，你帐下的钟兰有勇而无谋，见利而忘义。某愿凭3寸不烂之舌将其说降，只是如何？明公，武将之所爱，一为兵刃，二为马匹，三为甲胄。今我观吕布兵刃披挂皆非凡品，唯有坐骑差强人意。听闻明公有名马一匹，名为赤兔，可日行千里。若是能以此马为礼，再赠金银，某定能将其说降。赤兔，吕布。丁，将赤兔马和金银交予的选择。选择2，舍不得赤兔马，驳回李肃的要求，请在1分钟内做出选择，否则将随机。区区一马就换一个吕布这样的将领，那可太值得了。若能得猛将下注，区赤兔有何不可？拿去便是，以及1000两黄金、数十颗明珠，一并交给了李肃。猛将，唾手可得。明公，大喜大喜！莫非猛将已经答应降我？奉先已将丁原斩杀，此时正带着丁原的首级往军中而来。什么？竟如此顺利！哎呀，卓金得将军所助，真如汉苗得甘露也。董公请起，快请起。董公，不办事飘零，只恨未封明主。公若不弃，不愿拜为义父。我得奉先，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。吾儿快起，吾儿快起！不叩谢董公，从今往后不跟定义父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明公，今丁原已死，洛阳已在明公之手，废立一事，当及早行之。文有所言极是。奉先，明日为父要宴请群臣，再议废立，命你率甲士1000人护卫左右，而定不负义父所托。第3天，你宴请百官。诸位，今天子暗弱，不足以封宗庙，废帝为红叶王，立陈留王为帝，有怂者斩。今天子即位未举，并无失德。赵尔等入京，抵赐予废嫡立庶，这不是谋反吗？今天下事在我，而要试试我的宝剑是否锋lợi。哼，我剑也未尝不利。明公，事尚未定，不可轻杀呀！丁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选择1，下令诛杀袁绍；选择2，放袁绍离去。选2。选择完成，模拟继续。本期冷静啊！哼，诸公保重。9月朔日，废少帝刘辩，立刘协为帝。永汉元年10月，你长假议政之名出入后宫宫女及先帝妃嫔，颇为关心。你时常与他们彻夜长谈。初平元年2月上旬，曹操带陈留发角赵檄文至各战，天下17路诸侯起兵响应，兵发虎牢。2月13，你收到了泗水关捷报，华雄斩杀鲍庄，俘获敌军1000余人。你再次收到了泗水关传来的捷报，华雄夜袭孙谦营寨，斩大将祖迈。明公大事不好，华雄将军在细水关战死了。什么？4日，你与郭汜、李儒、樊崇、张吉等率军15万往虎卢关而去。初平元年2月22，
吕布关外叫阵，连斩联军数员大将，大败武安国公孙瓒。随后张飞、关羽、刘备联手围攻吕布，吕布渐落下风，与鸣金收兵。文友，事已至此，目下当如何应对？如今这一众反贼已生结隙，如今未散，乃是洛阳在即，有气在胸，故而未散。可若是明公退往长安，将洛阳交与这一众反贼，他们定会分崩，届时明公可一一灭之。选一，这也罢，那便迁都长安。选择结束，模拟继续。2月洛阳之后，你当即召开了朝会，定下了西迁之事。当晚，你与李竹、吕布等人商议迁都，欲要焚毁洛阳，发掘皇陵。你是何人？大胆狂徒，受死！本来留着你还有些用处，为何总是要寻死呢？死了？这怎么死的？我虽未亲眼见过吕布，可从模拟中的表现来看，吕布只有不对上3、5个华雄，一回人也是绰绰有余的。这杀我的人是谁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本次模拟时长184天，模拟结束，请在以下选项中出选择：选项1，模拟中的所有记忆；选项2，模拟最终时候的武力；选项3，粮草2万担；选项5，上等战马200匹。奖励的物品会暂时收入系统空间。系统，我选粮草，详细记忆对我无用，100-200匹马对战力无益。丁，2万只粮草已存入系统空间。至于那黑衣人到底是谁，反正有模拟器在手，只要等明天的时候再进行一次模拟就行。明公，丁原率军朝我部而来，撤军30里，暂避锋芒。撤军不战而走，这可不太像董卓的作风。没错，暂且撤军，某自有安排。是，明公。义父，董卓大军开始撤退了，是否要掩杀过去？不可，董卓奸诈，此举恐是有诈，原地驻扎。是，义父。父亲，今夜多多设防，董贼今日不战而退，或将夜袭。义父安心歇息，董贼若敢袭营，此地便是此贼葬身之所。多加防范吧。丁，新收服绝世武将猛将，绝世武将可提供100点声望值，当前时间值1765。我是程矣。明公，您这无事，你且去帐外相候，某有些乏困了。是，明公。系统，开始模拟吧。不投入声望值，使用多少是多少。这次我一定要把这黑衣人摸出来。丁，当前宿主剩余声望值1+65，模拟次数1，天赋武道奇才。模拟开始。明公，今丁原已死，洛阳内外无人可敌，费力之事当及早图之。文佑，费力之事暂且不急。明公，先肃清洛阳城中的异己。老夫要知道这洛阳城中还有多少人不服我董卓。这一世我要让大家看看什么叫事后董卓的强大。都要行费力了，还在乎人家服不服你？这太冒险，那不服你的人可太多了。文佑，你去将京中世家大族拟一份名单给老夫，我给你甲士5000，你日夜巡视官吏，凡无故相拒者，尽可诛之。明公，京中世家绝在此列了，只是这些家族在朝中根基深厚，不可轻动呢。怕什么？世家大族，他们能有多少甲士？军中钱粮不多了，老夫要安定军心方可，要么抢百姓的，要么抢世家的。哼，抢百姓的还不如直接抢他们的。文佑放心，老夫心中有数。诸位，今天子暗弱，不足以奉宗庙。老夫欲废帝为红野王，立陈留王为帝。诸公以为如何？当今朝廷初定。文琪，你这话是你自己的意思，还是你们袁家的意思？是我原本出的意思，也是天下忠正之士的意思。好，好，好，今日老夫便成全了你的忠义。奉先，拿下此蜡。是义父。谁敢在我面前动手？你还差了。董贼，你这篡逆之辈，安敢如此！太尉息怒，太尉息怒！小侄年岁尚小，不明事理，还望太尉开恩。拉下去斩！董卓，我袁家乃是4世3公，遍布天下，你当真要将事做绝不成？门生故吏，你大可让他们来吗？拖下去斩！看来袁太傅对老夫也有意见，那就一并清理了吧。奉先即刻率军去袁府，袁家满门一个不留。这一夜，洛阳城中火光冲天，袁家满门300余口尽数伏诛。看来和屠戮世家无关，黑衣人并没有出现。
也没有人来刺杀我。对世家门阀抄家灭门，真是一本万利。不但收获数之不尽的财富与粮草，我麾下大军也扩张到了50万，精锐甲士也有6万。明公，袁术纠结了23路反贼，各地举兵，大军此时正在陈留集结。丁，面对23路联军的威胁，请宿主在以下选择中选择一个。第一次模拟中就是在选择迁都长安的时候出的问题，那这一次选2。选择完毕，模拟继续。迁都之前，先和联军打一场，没赢之前，联军或许会一鼓作气，可一旦赢了一场，利益分配就会让人起私心，让吕布先挫一挫联军锐气，免得他们直接杀去长安。模拟第77天，明公，洛阳百姓数十万，若要尽数西迁，车马粮草皆需筹备。眼下正值冬日，路途遥远，恐怕折损不小。折损便折损，总好过留给那袁术小儿。明公诛除世家，填土奖赏将士。如今明公在洛阳百姓之中声望甚高，民心在公，洛阳可以说户户有丁在军。目下明公当善待百姓，否则军心易乱，祸生哗变。文攸此话当真？我董卓成民心所向了。汝不敢诓骗明公，依某之见，当将洛阳地区所征将士尽数派往虎卢、细水等关隘驻守御敌，而后让西凉军、并州军负责百姓西迁之事。如此，前线将士家中父母族人在后，他们定当死守关隘，我们便有足够时间西迁百姓了。丁，请宿主做出你的选择。选项1，听从李儒建议，以百姓为主；选项2，无视李儒建议，以速度为主。请在1分钟内做出选择。选2，务必要将黑衣人是谁探查明白，其他的下次再说。若是现实，自然当以百姓为主，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探查明白谁是黑衣人，民心不民心的，下次再说吧。选2。我倒是要看看这黑衣人会不会在百姓的死活。选择完成，模拟继续。文攸，再放开3日，即日起10天之内，洛阳城中百姓务必全部西迁，任何人不得有误。是，明公。相国，陛下遣人前来传召。让他进来。相国，陛下口谕，听闻吕将军虎牢关大捷阵前斩将，今日午时，陛下欲在宫中设宴，为相国与吕将军庆功。知道了，你去告诉陛下，明日老夫必到。这小皇帝估计又是好奇吕布的武力吧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。臣叩见陛下。相国不必多礼。朕听闻吕将军在虎牢关大发神飞，连斩叛军3员大将，特备薄宴，为相国与将军庆贺。朕久闻温侯勇武，不知今日能否有幸一睹将军风采？哈哈哈！陛下谬赞了，你便斩戮一二。是，义父。陛下，臣先走了。相国，昨日朝堂之上，相国称要迁都长安，不知何时开始迁都。陛下连云压境，洛阳无险可守，臣下已着手让百姓西迁了，限期10日迁走。10日？如今叛军势大，迁都长兴确是稳妥之策。不过，相国准备将洛阳百尽数迁往长安，这数十万百姓，老幼妇孺皆有。10日内若是强行驱赶，路途遥远，天寒地冻，恐怕会死伤惨重。朕虽年幼，却也听过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道理。洛阳稍险，何不多缓几日？陛下仁德，臣下敬佩。只是此间事务，臣下自有安排，便不必陛下操心了。若无他事，臣下告退。这……臣听闻明公要发掘皇陵。是有此事。明公，此事万万不可。今民心向公，西迁之事已让明公民心有失。这皇陵乃是大汉根基，若是绝了，天下人都会视明公为逆贼呀。届时民心将变，公将何为？根基，根基能当饭吃，能当军饷。那些反贼已经在攻城了，老夫需要钱了。皇陵里埋着那么多金银，难道留给反贼来掘？明公此言差矣。当下军中钱财粮草均是不缺，何须发掘皇陵？如今23路反贼本是出师无名，若发掘皇陵，这不是送上出师之名吗？明公切勿听信小人之言，悔之晚也。无妨，文攸无虑，老夫心中有数。这次发掘皇陵其实是假，伏击黑衣人才是真。明公，迁都之事已准备妥当，第一批百姓明日便可启程。文攸为何如此愁容？回明公，臣下无事。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些不忍？是，然他日史书之上，定是褒贬参半。当下却行这驱民西迁、盗掘皇陵之事，只怕日后史书之上哎。原来文攸是为名声所作猎呀！无妨无妨，文攸，来了。你似乎知道我会来。当然，老夫等你多时了。
我准备了足足300弓箭手、300重装兵以及500精锐骑兵在府外包围，再加上吕布、华雄，这人数、这装备，别说是对付1人，就是对付1000人，都有绝对把握了。何方鼠辈，胆敢夜闯相府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给我放箭！闹够了吗？贼子休款！什么？你的武艺倒是不错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是在找我吗？我真来了，你又问这种问题，你很奇怪，真的很奇怪。你的所作所为真的不像这个时代的人。开始你杀袁绍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蝴蝶效应，你朝媒士族家产奖赏于将士，兵分其田产之际，我以为你是穿越者。然你驱民绝灵之所为，却让我很是疑惑。我不知你为何如此。今晚我本欲过来查探一二，你却在此布下了埋伏，这就很不对了。我从未暴露，你是如何发现的？于是我想到另一种可能，你能未卜先知，比如说系统。你到底是谁？看来我说的不错，是系统。这应该是你第2次或者第3次试探了，是无限重生系统，还是模拟器系统？看来是模拟死机了。不过你得到这系统的时间应该不算太久，是入洛阳之后杀袁绍之前得到的吧？模拟的代价是什么？钱、寿元，还是民心、声望之类的？当我提及别的时候，你没有太大反应。说到声望，你的反应却很大，那么就是声望了。模拟器，那可真是一个麻烦的对手啊！初平元年，你陷入了昏迷；初平2年，你陷入了昏迷；初平5年，消耗完毕，模拟结束。请宿主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奖励。选项1：模拟中的所有记忆。又死了。那人仅只是跟他第1次照面，就将一切猜透，连系统大概的功能都摸了个清清楚楚，甚至于能找到制裁我的手段。不行，必须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，基本能少也能顺着他。没错，哪怕是顺着他。系统，武力值是什么？上次模拟结束为什么没有这个提示？在武道奇才的天赋加持下，宿主本次武力值综合提升了 0.13。注：那模拟中的黑衣人武力值带是多少？吕布又是多少？黑衣人武力值大概在22左右，吕布大概在9左右。只有22吗？那他的实力表现为何如此强大？武力值的强大，每一点提升，差距都是极大的。选择2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0.13到底能提升多少。丁，选择完毕，奖励下发中，请稍后。奖励下发完毕。感觉身体都变轻许多。系统，我若是想要提升到20点武力值，大概需要多久？以宿主当前的天赋来看，只需训练500年左右便可。按照目前声望值获取速度，4年半可达到这一水准。5年吗？只要5年就能达到这一水准了？现在我一天能获得声望值是165点。若是我再收服几个将领，多笼络一些民心，岂不是能更快达到这一目的？如此说来，这黑衣人也没这般可怕了。还有些不妥，我得先安稳度过这几年，不能让黑衣人在这几年内动手。黑衣人还是要找出来。第1次模拟在杀了我之后才说一句先前留着我是有用的，这就是奔着杀我去的。第2次模拟黑衣人中了埋伏之后才展露武力，应该是想要探查我的秘密。这么说来，我刚刚的模拟中做的事情大概是符合黑衣人利益的。2次模拟中差异无非就是杀平民还是杀世家，而黑衣人出现的共同点，那就是迁都和挖掘皇陵了。皇陵，等等，天子宴请，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清除世家大族，保百姓，保皇陵，难道黑衣人是小皇帝？若是他的猜测没错的话，那黑衣人大概率就是天子了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其他皇室成员。不过，嫌疑最大的还是刘烨，是与不是，明日一试便知。只要明天的模拟次数和声望值一到账，老夫直接率军攻入陈留王府。系统，我要进行第3次模拟。丁，请宿主选择投入望值数量，或者直接开始模拟。投入5点声望值，开始模拟。当前剩余声望值，模拟开始。第1天清晨，吕布带来了丁胄敬拜你为义父，率1000铁甲军出发。明公，这是要去何处？陈留王府。太尉，这是何意？滚开！
太尉，这是太尉，可是姑做错了什么？你没有做错什么，老夫此来只是想确认一件事。不知太尉所为何事？拿下！太尉，姑真的不知犯了何错啊！还请太尉明示，姑知太尉的，姑都改。明公，这是陈留王。老夫知道。凤仙，杀了他！太尉饶命啊！你真的是吕布，真的就只有这点实力？原来如此，原来这演义三国也就这实力啊！如此说来，朕早已经可以不吃牛肉了。太尉，为何在你脸上看不到太多震惊呢？这很不合理。你似乎知道一些什么。按理讲，你当下应当在筹备费力之事才对。看来你身上也颇有秘密啊。说动手就动手，重生卦吗？董卓居然还有这玩意儿，有意思，有意思了。丁，本素在以下选项中选择一项奖励。选择记忆。终于知道是谁了。看来陈留王似乎不知道自己很强。不对，他是不知道其他人很弱。3次模拟都是在吕布动手之后才彻底放开手脚的，所以吕布绝对不能在他面前展现实力。另外，陈留王似乎也有知晓未来的能力，这个似乎他提到的穿越者有些关系。系统，你知道什么是穿越者吗？丁，宿主此问题需花费100声望值，是否花费？花吧，花吧。丁，声望值已扣除，剩余声望值60。穿越者大多是用于形容从未来时间穿越到过去时间的人，也可能是从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。对于这些人，统称为穿越者。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特殊能力。那陈留王是未来的穿越者吗？他有什么特殊能力？这是另外的问题，需额外缴纳声望值1万。算了，老夫自己想吧。如此，陈留王知晓未来也就合理了。真正的未来应该就是第1次模拟中的情况了。今天收服吕布，明日宴请百官，明日再模拟一次，好好搭解讨好陈留王，且不让陈留王与吕布相会，或能有破局之法。明公，大喜大喜啊！文攸有何大喜？明公，李肃已经说降了吕布，吕布为明公带来了丁原的首级，更是率并州军来投明公了。目下已至营外等候。是凤仙来了。先前3次模拟之中，这吕布可都是站在我身前护卫，就连让他去对付陈留王都没半个不辞，还是系统认定的绝世武将。明公，血！苏兄，你说我这般行事，董公可能容我服？将军此举非是私心，乃是为兴盛汉室，乃是为大义而不惜名节。古人言，为国而不惜名，此大丈夫之所为也。董公岂有不容将军之理？为了一匹马、一箱珠宝，说砍义父就砍义父，现在手上还提着义父，这会你觉得自己行事不光彩了？奉先何在？奉先何在呀？明公，您这无碍，这可是凤简。正是，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名不虚传呐。卓今能得将军之助，乃是天应我也。董公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董公，不飘零半生，未逢明主，今公道度相迎，不愿拜公为义父。从今往后，根定义父，生死相随，天地可见。好，金德将军真是天赐英杰，吾儿快起！文攸，速备酒宴，为奉贤接风洗尘。是，明公。今有将军之助，洛阳兵士尽在明公之手，这费力之事当及早提上行程，此事宜早不宜迟呢。文攸此言正合老夫心意。这样，明日府中设宴，邀百官入宴，再议费力之事。文攸，某有一事需你去做。明公有何事要吩咐？一会儿你去筹备明日宴会时，让人在城中放出传言，就说吕布有万夫之意。昨日吕布更是独自一人追击我大军30余里，更是斩杀了我军中数十悍将。明公这是为何？奉贤虽勇，可这般传闻，照老夫说的去办便可。另外，除了准备宴席之外，老夫去陈留王府一份礼品。是，明公。殿下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！喜事？国家不宁，有何喜事？太尉在城外大胜丁原，听说明日要在宴请百官，再上费力之事。洛阳上下均在太尉之手，谁敢不从？奴是贺殿下登基之喜。哦，孤听闻丁原手中有一猛将，名曰吕布，有万夫之勇，怎么就还输了呀？
可有听闻他出手？殿下所言甚是，那吕布是当真厉害。昨日开战之际，太尉便被吕布击退。坊间传言说，昨日见到吕布一人追击太尉大军数十里，斩杀太尉帐下100余战将，那一杆方天画戟无人能敌，长戟之下人马皆亡。正是那吕布被太尉招降，太尉方才能如此快速的诛杀丁原。一人追击数千精锐，斩杀100余战将，难道追击之急，丁原军中其余人都在看着不成？殿下有所不知，吕将军的战马是军中最好的，其余将士皆被甩在其后了。虽说这坊中传闻多不可信，可吕布之勇怎么跟七龙珠似的，先我一手？他不着急的，再没见到时间还长着呢。每天1/1000的增长，再过几年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新的一天已至，丁，新的一天已至，剩余声望值225点。你投入10点声望值，选3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制作精良的先帝遗诏，物品已收入系统空间。文幽，礼可有备好？明公皆已备好，这是上好的北海明珠凤。不妥，带上董曼从襄州带来2匹千里马的小马驹。另外，把我那破乔弓也取来。那2匹小马驹可是小姐的心头好，还有那破乔弓，更是明公您的心爱之物。明公，您这……明公对就董白一个孙女，那可是疼爱的很，竟要将为董白准备的2匹小马送给陈留王，这有些不对劲了。速去，老夫先去城中等你。是，明公放心。太尉，殿下正在后花园读书，小的这就去通禀。劳驾，太尉可折杀小的了，太尉稍待。殿下，太尉前来拜访了，车驾已在府外。太尉，他此来何事？这家伙不去宴请百官商议费力之事，跑我这里来干什么？太尉没说，奴不知。让他进来吧。算了，随我亲自去迎。不知太尉驾到，孤未曾远迎，还望太尉莫要见怪。殿下折杀老臣了。是臣下冒命无诏而来，打搅了殿下。太尉请。太尉怎么这般早便来了？若是有事，遣人来说一声便是。孤自赶去太尉府上候。殿下万金之躯，怎可如此屈尊？臣今日来是有些事想与殿下商议。若是孤做错了什么，还请太尉明示，孤一定改。演得真好啊，还有一些细节在里面。殿下言重了，殿下德才兼备，少年英杰也。臣今日来是与陛下相商费力之事。这万万不可！太尉，陛下他并无大过，况且无故费力，恐怕也难以服众吧。上次模拟你可是直接自称朕了，搁我这儿装上了。殿下多虑了，天子暗弱不足以君天下，且殿下有董公相助，自可执掌天下。没错，不错，文有所言其是。陛下天资轻佻，唯一不克，此乃百官之共识，非臣一人之宴。殿下不必自谦。唉，若百官都已议定，这孤一切皆听太尉安排便是了。殿下圣明，有殿下这句话，臣便放心了。可是臣下有何未曾考虑到的地方？时常史事乱后，那诏书便不知所踪了，也不知还能不能找到。先帝遗诏，竟有此事？孤也只是听祖母提过，只是那诏书如今已不知去向，想来怕也是寻不到了。殿下放心，此事关乎国本，臣哪怕是掘地3尺，也定要把他寻出来。若如此，那便有劳太尉了。殿下言重了，这都是老臣分内之事，若无事，老臣先行告退了。孤送太尉，请。对了，险些忘了大事，殿下，老臣此番前来还备了些薄礼，方才谈得入神，倒是差点忘了。这是殿下，此弓名为破戟枪，殿下正是学骑射的年纪，这弓力道适中，正好拿来给殿下练手。太尉，孤且年幼，这弓怕是吃力不小吧？这弓仅有2时半，殿下正是常力之时，用此弓练手极好。仅有，换算成磅数，那就是165磅了。奥运会男子用40-50磅，送我一把2时半的弓，还仅仅只是给他这小孩练力气用的。这演艺世界武力值是真不能以常理来看了。加上子苏一人追着董卓几千人砍，还杀了100余人。还好我选择先苟一波。殿下喜欢便好。除了这一柄弓之外，臣下还为殿下寻来了2匹良驹，殿下请看。殿下，原都是凉州牧场所出，血正血高州，马白头筹。凉州老话说，天生白驹，万里难寻其一，故而献与殿下。太尉有心了。好马，都是好马。孤原以为凉州只产战马，不想也能生出这般温顺的驹子。殿下喜欢便好。你觉得太尉怎么样？殿下，太尉乃是大汉忠良，这是太尉方才赏给仆的，自个儿留着吧。把这2匹小马驹带下去，好生饲养着。是，殿下。董卓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？我一个傀儡王爷有什么值得他怕的呢？
难道仅仅因为我的身份就对我有敬畏之心？若真是如此的话，岂不是我登基之后强势些，就有可能镇住董卓？明公，您方才对陈留王是否太客气了些？就连府上的小宦官都如此照顾，是不是有些太过？文攸，你这是何意？陈留王是日后的天子，以我所见，今日我们卫行大礼都已经有些僭越了。明公，您这会儿你想起来要当忠臣了，知道僭越了？前面你要废立天子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说的。文攸，你记住了，我入洛阳是为了匡扶汉室，废立天子也是为了社稷。我董卓绝无半点私心。明公，废立之事不是为了树立威信。够了，休要再出此狂言！文攸，有一件事你务必记住，今日起，不是从始至终，我董卓都是为了天子，都是为了大汉。虽不知明公此举为何，但明公既如此说了，那如知晓了。如斗胆相问，明公可是要讨好陈留王？是如此。你莫非有何良策？以今日王府之所见，王府之中宦官仆人军士不多，明公或可送一切侍从过去。另外，董白与殿下年岁相仿，或可寻一机会，让董白入宫随侍殿下左右。甚好，甚好。贸然让他入宫，我怕陛下生疑。对了，宴席如何了？还有1个时辰，只等百官前来了。今日算是见到了什么叫人才如过江之鲫了。主公，请。今日老夫请诸卿前来，仍是想要商议废立之事。天子暗弱，不足以奉宗庙。老夫欲废帝为鸿雁王，立陈留王为帝。诸公以为如何？董卓，今天子即位未久，并无失德，张口废立，闭口废立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本初，你说完了？自然没有说完。好了，先待老夫把话说完。此乃先帝遗诏，乃是老夫从张壮尸体上寻来的。这遗诏我早便得到，可不知真假，故而先前并未拿出。这几日辨认了一番，得知先帝确有遗诏，便是这份诏书了。你说这是先帝遗诏？敢问董公，这份遗诏是先帝何年何月何日所立？若先帝真有此意，为何不在朝堂明发诏书，反倒要秘密交付后宫？今日是董公设宴款待诸公，不是让你这小辈来咆哮宴席的。董公，老夫家教不严，让晚辈失礼了。不过本初所言，倒也并非全无道理。遗诏关系重大，若来历不明，恐难服众。太傅，这是什么话？本初心直口快，年轻人就当如此嘛。咱今日就把这遗诏说个清楚明白，请太傅入座。文攸，你来将这先帝诏书念与诸公听听。皇帝诏曰：皇子协王媚人所出，董太后抚养，5岁能诵《孝经》，7岁通《论语》，天性端庄，容止有度。朕思之再三，决计以皇子协系皇帝位。此诏付太皇太后密藏，待朕千秋之后，太皇太后当择机出示此诏，公诸天下，天下共辅新君。钦此。中平6年4月乙卯。诸公请看，此处有传国玺印。传国玉玺自张让扶苏后便已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份遗诏上的玉玺印文，诸公皆可验看。这真是传国玺印？莫非真是先帝遗诏？难说，也许这玉玺被董卓得得。诸公若欲细看，可传阅之。这笔记看似是贤硕笔记，可总觉得差些意思，许是入水所致吧。诸位，查验如何？太尉，老朽尚有几个疑问之处，想请教太尉。太傅请讲。这份遗诏因其上多有水字，细微之处已无从辨认。太尉说这是先帝赋予太皇太后，那为何会落到张让手里？如今又到了太尉手中，这其中难道就没有蹊跷吗？太傅是怀疑此诏书为老夫所制讲诏，莫不是欺我宝剑不立虎？我剑也未尝不立。太尉，老朽并无此意，只是这诏书事关邦国，不可不细查。原无题，诛杀10公之急，袁绍率军入宫，到底是为了诛杀宦官，还是欲要违着先帝遗诏？我乃是为救天子诛宦官，乃是清君之策。倒是你董贼，几次3番妄言废立，方为谋逆。名为皇宫，也能叫做大汉忠良，大汉威仪。来人，把这袁家的乱臣子给老夫拿下！明公不可，事尚未定，不可乱杀。左右，插出去。诸公，
对这诏书可有他意？既然如此，那9月朔日在嘉德殿行废立大典，散了吧。明公，袁家如何处置？这几日不要让袁家的人出城，其他的不必理会。杀光袁家，容易被陈留王怀疑，这事得先引导陈留王下达命令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模拟机会，声望值加165，当前剩余声望值380点。系统，我能不能模拟未来原本的轨迹？比如我没有系统，陈留王也不是穿越者的世界轨迹。不可以。那能不能在模拟角色死亡之后继续模拟后续场景？丁，不可以。无法判断刘协到底知道多少，到底想要干什么。对了，或许可以假死一次，刘协总不会抓着死人不放过吧？系统，开始第5次模拟，投入200积分。投入成功，剩余声望值180点。模拟开始。明公，城门军士来报，袁绍企图乔装出城，现已被拿下，是否先将其收监？挡着不让出城即可。我先去陈留王府看看殿下的意思。太尉来了。殿下，请。太尉此来何事？殿下，废立之事已定在9月朔日，臣下是前来告知殿下。你这是害苦了朕啊！兄有何过？怎要弃死9乘？殿下，先帝遗诏本欲立殿下为天子，殿下聪慧敏学，此番登基上顺天意，下顺民心，怎能说无功？太尉谬赞了。只是废立大典虽已定下，可太傅对遗诏颇有不满。当初袁家拥立刘辩，若殿下2人未能出宫，谁人为帝？届时还不是袁家说了算？袁家，该死，当真该死！袁绍兵围皇宫，是为除时常事，乃天下人心所向。若是无故屠戮，只怕是天下豪杰举义而起。太尉要动手，还需找个由头。文攸，明日起对袁绍的看管可松懈些，把袁绍关在洛阳，永远抓不到把柄，得放出去。袁绍昨夜已出城奔往冀州，是东城门侯张震放行的，张震已处置。一个西凉出身的军汉，竟也能与袁家有瓜葛，袁家的手伸得够长。陛下，太后与红玉王今日颇受惊吓，心气有损，太医诊断其只怕寿元无多矣。竟有此事，快让太医好生照料太后。纵然不是我亲生母亲，也万万不可有半点松懈。刘协生母王美人，传闻就是被何后毒杀的。忽然提及生母，实在暗示我他已经动了杀心。臣领旨。对了，相国，当今朝堂太尉与大将军一职尚且空缺，相国以为谁人能当此任？陛下，太尉与大将军事关重大，臣下也不知该用何人。相国以为皇甫嵩为太尉如何？丁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选择1，顺着天子的话说，举荐皇甫嵩为太尉；选择2，拒绝天子的提议；选项3，大骂天子，告诉他认清自己的地位。第3条纯属作死。同意的话，皇甫寿在军中声望极高，一旦成了太尉，我手中的兵权怕是不保。但若拒绝，天子将来翻旧账，却也难说。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。选1，举荐皇甫三为太尉。陛下圣明，皇甫老将军有平定黄兴之功，召其入朝，定能稳定朝廷，安抚军心。如此便交相国了。至于大将军，便由相国兼任吧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明公，大事不好！袁家人带着几家私兵袭击宫城，如今宫城沦陷，天子危矣！吾响千声，凡千10级以上官员，无论何地，速速入宫，忠明漏尽位置者，尽皆灭族。丁，请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入宫面圣；选择2，立刻出城逃亡。选1，文攸，随我速速入宫。撤！天子如何？臣并未见到天子，一切口谕都是小太监王进传出的。玉堂殿外有数百尸首，陛下不允收拾。胡也！李如华雄听令，率甲士千面遍查京师，凡京中千子及以上官员未至宫门者，皆以反贼论处。诸位，请随咱家入宫吧。公公，陛下没有受惊吧？相国，您就别为小的了。这一路进来，几乎没有打斗痕迹，这叛军都是被陛下秒杀。罪臣董卓叩见陛下。臣疏忽致使贼军入宫，万死难赎。相国来了，入殿吧，地上凉。朕可舍不得你这肱骨之臣冻着了。臣惶恐，惶恐！数万兵马连皇宫大门都守不住，朕要你何用？还送朕一把弓，让朕练力气。相国真是好算计。
你的事朕一会儿再跟你好好算。朕的太傅呢？陛下，逆贼元武已被臣下押解而来。太傅怎这般狼狈？朕的兄长和嫡母何其无辜，竟被你袁吴杀害于后宫。大汉养氏400年，养的就是你们袁家这种事吗？陛下，臣有负先帝之托。哭也没用，今晚的事朕说的就是定论。从今天起，世家门阀豪强大族在大汉该结束了。地是朕的，粮是朕的，钱也是朕的。哼，我袁行入宫为了救天子清君侧，你不过以篡逆之辈，也配成天意。王进，把他拉下去剐了，和他侄儿一起，都拖下去斩了吧！一县之人足以治天下。丁，请做出选择。选择1，为百官求情；选择2，完全站天子一边，让手下甲士快些动手。随意。陛下不可啊！陛下这满殿弓箭杀不得呀！相国这是也要教朕做事，公先视朕如仇敌，朕视公先如猪狗，有何杀不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……既然不敢，那就闭嘴。来人！陛下，杀国的天上此生可传会说陛下被臣下挟持，说今夜是臣下屠戮忠良，即使四方豪杰并起，天下大乱啊！哦，有何不可？朕本就是这般想的，不然相国以为朕留着你有何用？手握几万军马，连个宫门都守不住，你说说你还能做甚？我在天子眼中就是这般作用。大汉400年被世家蛀空了，土地丁有税赋进入世家私囊。举孝民举的也是世家的门神故事，这天下还是朕的天下吗？相国，你说朕留着他们还有何用？臣以为这百官杀不得，杀了他们，谁来替陛下治理天下？难道要从凉州拉一群军汉来做3公9卿吗？你瞧瞧，你替他们求情，他们却偷摸拿上刀了。朕的大殿内外皆无伏兵，别偷偷摸摸的，把甲胄也穿上。你们尽可取甲胄兵器来与朕较量。逆贼袁商，汝要谋反乎？这为帝弑母杀兄，残暴圣桀纣，孟德何故阻我？杀后！朕再给你们1年的时间，这1年你们尽管施展手段，若百姓仍衣不蔽体，天下仍四分，你们自己找根绳子挂死，省得朕动手。多谢董公救命之恩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董公如此恭敬，定有缘由。况且这甲胄上有拳印，观其大小形状，应是陛下所留。如此武力，怕是当世无敌。都别愣着了，回去后好好想想，这往后1年该如何稳固大汉，把私心都收一收。陛下的耐心不多，届时能活下来多少，全看你们的本事了。相国，陛下让您进去。有劳了。臣董卓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年，大汉万年。相国，你没有什么想跟朕说的吗？丁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臣不敢欺瞒陛下，臣确实有些话想向陛下禀明。陛下，臣并非这世间之人，臣来自300年之后，生于盛平30年，臣也不知为何一觉醒来便到了此处，成了这西凉董卓。300年后，那倒是稀奇。你且说说，300年后的大汉是个什么光景？300年后，大汉疆域广袤，西出万里，仍为汉土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幼有所学，壮有所功，病有所医。长安城中商贾云集，昼夜不休，西域香料，蜀中锦缎，岭南荔枝，皆可3日通达天下。听起来倒是不错。那我再问失之人如何评价朕？陛下中兴大汉，开创盛世，共比三皇，德兼武帝，乃千古圣君。哼，好了，下去吧。今夜有13位千府以上贵公，其中官职最高者乃司徒王允。今夜之事，王家已脱不了干系。其余人呢？其余已尽数处置，王家暂时收监，等候陛下发落。此事可曾上禀陛下？上尉，糊涂！这等大事岂能先来见我？速速入宫禀报，一刻也不要耽搁。好在是模拟里，现实之中可万万不能出这等纰漏。陛下驾到！诸公免礼，今日非大朝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怎么一个个脸色这样差？莫不是又背着朕做了什么欺上瞒下的事？不敢。适才戏言耳，朕还是信得过诸公的。今日朝堂之上，9京之位多有空缺，
相国，你先来说说，这9职该由何人？陛下，臣以为皇甫嵩郎君可任大将军。可，其余各职谁愿自领？或有何人举荐？无人自荐，那朕便点将了。曹操任丞相，荀彧任司空，吕布任太仆，3日之内各领其职。朕希望下次大朝会时，各州州牧郡守皆能到齐，不然朕还以为大汉只剩洛阳一地了。诸公可还有谏言？若无，便散了吧，回去多办些事，莫要在此虚度光阴。陛下回宫，臣等恭送陛下。明公，天子向来如此喜怒无定吗？某才入京几日，如何知晓？只知陛下手段深不可测，日后莫要再私下议论天子之事了。此后数月，大汉风云变幻，袁家被连根拔起，袁绍、袁术尽数伏诛，各地世家豪强纷纷献地献金，不献者满门皆灭。各路叛军蜂起，大将军皇甫嵩率30万大军出京平叛。这土地制度改了多少回了？回陛下，这已是第16个。朕说过要从百姓出发，一户地主100家佃户，朕要的是那100家佃户。至于那一户地主，死活不重要，拿回去重改。新制中定，土地国有，由百姓租种，不可私售。税赋10税其3，无杂项。人多地少处酌情减免，或迁民于广土之处。新法初平元年3月17，第200天，捷报频传，大汉渐渐平定。模拟结束。本次模拟结束，宿主可在以下奖励之中选择一项。这奖励，丁，武力已替换，请宿主自行感知。难怪陛下在展露自己实力之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了。22的武力到底有多强啊？根据这次模拟来看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范京中世家，不能让他们惊扰陈留王。另外，陈留王对世家那不是不在乎，而是完全的憎恨。最后的那个土地制度，或许可以让李儒帮我整理一番。然后陈留王对我态度，很大可能就是想用我来清理世家。最后就是曹孟德了。陈留王为什么会让他当丞相呢？绝世人才，世家。陈留王想要隐居在后，让我去清理世家，那我是不是也能寻个合理的机会隐于幕后？得找到一个合适法子才行。殿下，殿下，奴打听到消息，昨夜太尉设宴，拿出了先帝遗诏给百官看，除了袁家，其余人都应了。遗诏又从哪儿翻出来的东西？算了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。你觉得太尉这人如何？殿下，奴是内官，不敢妄议朝臣。行了行了，出去吧。登基前就成了孤家寡人，这傀儡皇帝确实挺没意思的。殿下，太尉来了！陈董卓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年，大汉永昌。太尉快快请起，这还没登基呢，不合礼法。陛下，废立之事已定，百官皆无异议，先帝遗诏亦在臣手。您就是真龙天子，何该受此大礼？袁绍那日率兵入宫，据查并非只为诛杀十常侍，他手下军士共振，袁绍曾下令入宫后格杀勿戮。陛下，这是要行王莽之事啊！袁氏此举与谋逆无异，当夷其族灭其宗，方可正法典，警孝武。太尉，袁家43公，门生故意遍及天下，自遥诸此，臣自有手段让此事做得周全，陛下只需点头便是。既如此，太尉相机行事即可。先帝遗诏，袁家灭门，但愿他别像历史上那样膨胀太快，否则这出戏就没得看了。明公，殿下那边怎么说？传令下去，封锁城门，禁止袁家任何人出城，让奉贤抽调300骑兵，在各城门之外设伏，只要看到袁家之人出城，就地格杀。等等，东城门侯张震与袁家来往甚密，换了他，处理干净。是。丁，恭喜宿主一次模拟机会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165声望值。系统开始第6次模拟，投入10点声望值。丁，失望值投入成功，剩余失望值335点。第6次模拟开始第10天。丁，本次模拟结束，请宿主在以下奖励之中选择一项。好，选3，袁回的秘辛。丁，奖励已发放至系统空间，请宿主及时提取。安泰，飞掉。主公，洛阳内外已布置妥当。哦，请入前堂。是。太傅此来何事？太尉，老夫是为前日失礼一事前来。哼，又是前来质疑先帝遗诏。飞也，
老夫回去之后也思索了许久，此诏真是先帝所立诏书，误解太尉了，还望太尉恕罪。哈哈哈哈！员工何须如此大礼？快快请坐，快快请坐，还不速速奉茶？请。既员工也认可这诏书为真，那不知员工此来所为何事？董公，袁某此来乃是欲求一戴罪立功之计。哦，员工此话怎讲？昔日我被何进所蒙骗，故而与其共立，变为伪帝，此乃大罪。今日前来，便是想要在明日废帝之际，亲自为刘殿下洗手，以求赎罪，不知可否？这求之不得啊！明公，元亏今日这般，恐其有诈呢。文有多虑了。明日废立大典备得如何了？各项事宜均已备好，天子与太后那边也已经安排了人手严密监视。明日是否是奉兴入城？奉先留守军营即可，就不必入城了。你先去再仔细查中明日大典之事，万不可有所缺漏。是，明公。臣下叩请陛下上辇。太尉免礼，孤尚未登基，此举颇有些僭越了。咦，孤常听闻太尉帐下有一大将，姓吕，名部字奉先，坊中多有其勇武无双之论。今日可有前来？陛下，奉先在大营留守，军中将士多不明理，臣不敢让将士入城，故而驻扎城外，须留大将镇抚。原来如此，太尉当真治军有方。起驾！遗诏在此，玉玺为凭。今日之事，顺天应人，有不从者，非反老夫，乃反先帝，谁敢再有异议？不对劲，百官的微表情不像是作假，这诏书莫非真是真的呢？蝴蝶效应好像有点大了，他是从哪儿把这玩意儿翻出来的？看来主公均无异议了，如此便请天子退位诏书吧。朕以梁伯大统何进善命，立朕于陵前。朕自今退为弘养王，即一日革国，布告天下，现使闻之。昭宁元年9月朔日。愿陛下暂忍数日之辱。这话倒不像是说给一个废帝听的。若不是朕知道他底细，还以为这老狐狸是姜维转世。先帝遗诏在此，洪雍王退位之诏在此，二诏同正，大义昭昭。请陈龙王携手玺书，即皇帝位。请陈留王即皇帝位。众卿免礼。立成。天子六喜，可惜少了传国玉玺。不过这感觉确实美妙。4年，我的实力就能破百。这4年，朕暂忍。4年之后，倾世家平天下，中兴大汉。手上要什么没什么，军队、忠臣、外戚，连太监都被杀光了。明公为何还未回府？文攸，你来的正好，陪老夫一同去觐见陛下，恭贺陛下登基。明公这才刚下朝，莫问许多，随老夫来。系统投入一点声望进行模拟。丁，投入成功，剩余800次模拟开始，模拟结束，请在以下奖励中选择1，模拟中的记忆。明公，方才不是，随老夫去觐见陛下。董卓这人到底能不能拿捏？后世网上说他前期还没飘的时候，或许可以硬气一点。若是成了，这几年便能少些变数。陛下，相国在殿外求见。臣董卓叩见陛下，恭贺陛下登临大宝，此乃大汉苍生之福。半个时辰前，朝堂上才给蓝不明入朝不趋、禁足上殿特权，结果你一转头就跪了个结结实实。相国这时快快请起。若无相国相助，朕安能登此大位？相国，今朝廷虽初定，而大将军、太尉等职尚缺，不知相国可有良才荐举？小皇帝识趣，要将大权交给明公了。陛下所虑正是臣下所虑，臣不过西凉一满夫，无力当担大汉宰辅。今日前来，本就是想向陛下辞去相国之位，只求一州牧之职。陛下要臣举荐贤良，臣久居边塞，实不知中原人才。但臣以为黄甫松、朱勋2位老将军有治军之能，可为大将军、太尉。
卢植、蔡琰有治学之才，敢为太常，其余良才，臣实不知。他是真心想走，这跟演义里写的完全不是一个人。不可！相国莫要弃朕而去。今朝廷内外若论忠臣，谁人能及相国？辞官之事，休要再提。至于黄甫松、朱มิ้等人，相国良才任用便是，朕信得过你。时近午时，相国便在朕这儿用膳吧。王进，速速传膳。诺。明公，天子未免太欺人了吧？今日明公方才拥其登基，这便欲夺明公之权，这也未免过为薄凉了。李儒，注意你的言行。明公，其方9岁便已如此，若待其壮，必生变矣。明公当早做打算。你怎知天子未壮？哼！莫要说陛下只是要你我手中权势，便是陛下要你我项上人头，你我也得双手奉上。至于缘由，日后你会知晓。外人面前切勿多一天死。明公息怒，如知晓了。明公，太傅袁儒邀您3日之后赴宴。哼，袁魏这老匹夫送请帖倒是及时。袁喜先前在宴上大闹，昨日废立之职又亲自为伪帝解西寿，这宴无好宴，明公当多加防备。目下宫中有多少禁军？禁军一侧约700人，另有300羽林卫，但其中有些并非西凉出身。明公先前密调的2000余人已暗中入城。传令禁军，3日后将那些羽林卫给我盯死了。令李哲、郭汜2人伏于皇城之上，严令2人叛贼监于皇城之外，万不可惊扰天子。是，明公。此人对陛下如此无礼，不宜留在陛下身边了。此人几次3番无视朕，躺赢都不会的蠢货，不宜留在身边了。相国有何要紧之事？陛下，臣得报，太傅袁备仍有反心，联合王允、丁管，联络洪阳王与何太后旧党，欲在9月初5对陛下行刺。相国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勿忧，宫中禁军都是臣下之人，西园之中也已伏下2000人马。事发之急，陛下万勿出宫，以免万一。朕有相国相助，当真无忧矣。相国，当真我汉之忠良也。此事便拜托相国了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陛下，此事牵连洪阳王与太后，这2人与袁光等贼逆有里应外合之嫌。这，相国，想来他们也是遭奸贼蒙蔽，方才如此行事。孝乃大汉之本，朕为天子，当以孝为先。若是提前告知，实为不妥。正所谓事以密成，予以谢拜。若2人将伏兵之事泄露，朕然而反贼生事，定会生乱。乱军之中，凶险难料。届时，还望相国定要尽力护住皇兄兄与太后。臣定当尽力护住洪裕王与太后。伯姬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臣民蔡邕见过相国。伯甲乃是名流大家，何须多礼？倒是老夫未请伯甲出事，行事鲁莽了些，还望伯甲莫要怪罪。拿我全家性命相携，你管这叫鲁莽了些？文幽，速速去将伯姬家眷安顿好。伯家请入府一叙。文幽，都安排的如何了？明公放心，一切均已准备妥当，只待明公前去赴宴。相国，酒菜可合胃否？甚妙，甚妙！府中尚有歌妓，想请相国观之，如何？歌姬便不看了。太傅设宴款待，老夫也有一西北凉军舞，可掌握大汉健儿雄风，有兴趣。哦，不知是何军阵？此地狭隘，不宜施展。太傅可愿移步？相国，军务备得如何了？已备好，请相国随我来。相国，这是要去往何处？城头观武，地方开阔。华雄，你率800精锐前去北宫东明门包抄逆贼。诺。李肃，待太傅与剩下人马随老夫从南宫苍龙门入宫。时辰已到，为何城内还无动静？子父，稍安勿急，城头守卫已被调走，
想来并无不妥。逆贼为何夜闯宫卫？东贼，主公，此贼行矫诏废天子，尔等何不随我诛贼？逆为休狂，某来斩你！贼首已死，尔等还不速降！太傅，今日这军舞如何？哼，懂贼！明公，大事不好！袁绍、王景二贼率人乔装羽林卫，从东门潜入永安宫，挟持了洪凤王与太后。什么？快，速随我去救驾！万不可让红叶王与太后有事！传令下去，切不可用弓箭，莫要误伤了太后与红叶王。本初，你举兵入宫，挟持太后与洪雍王，已铸成大错，速速弃械！老夫尚能在陛下面前保你一命。老贼，休要诓我！王景，由我上令将你出去。我等需先出京城，放我等出城，便还洪渊王，放了太后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万万不可啊！相国，下官以为可让袁绍等贼先将洪阳王放回，再让他们挟太后出城。孟德所言极时机可行。如此，纵水出城后，他们挟太后而走，也不至于乱国。本初，你且先将洪阳王放回。洪阳王入宫之后，老夫便令大军让开道路，让你们暂先出城。逆贼，安敢如此！相国，洪阳王身中6矢，一矢穿心，已轰了。太后呢？太后被中一箭，危及要害，但箭上有毒，命恐怕保不住了。乱军之中，弓弦松了，谁分得清是哪一方的箭？太后与红叶王如何了？徒有剧毒，太后伤势极重，现已送回宫中救治。红叶王身中4箭，已轰了。悲哉！吾将有何面目秉承天子啊！你速速召集京中所有义士以及军中善医剑伤者入宫救治太后。逆贼，何故发笑？相国好军武，赐阳平生锦剑。主公，今日袁家族灭，皆过之过也。作茧自缚，方有今日，请诸公引以为戒。是归小乔相国了，今日起武归心服口服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流人才圆环的认可，恭喜宿主获得50声望值，每日可获得声望值增加5点，当前剩余声望值1539两，每天可获得声望值170两。常言道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某有一言，还望相国听之。汉家天子多薄情寡恩，还望相国多多保重。丁，检测至一流人才援护死亡，每日获得声望值减少5，当前每天可获得声望值165点。哼，逆贼，将死之机，还行挑拨之事。来人，将其首级斩下，悬诸都门，以示天下。诺。明公，王允如何发落？随老夫子前去面呈陛下，待陛下定夺。董卓应当快到了，这出戏不能隐藏。陛下，捷报！大捷，反贼已被相国尽数诛杀，相国正率文武百官在殿外相候。好，快传百官入殿。陛下，臣下前来请罪。相国这是何言？众卿为何如此？相国与众卿今日平定叛乱，挽大汉于危难之地，救朕于水火之中，何来请罪之说？王进，速速为相国看坐。众卿速速请起。陛下，臣无能致使叛军入宫，虽保了陛下，然洪佑王在乱军之中身受数箭而轰，太后也中了毒箭。目下正昏迷不醒，是臣下还请陛下降罪。什么？母兄何其无辜，竟遭此劫！相国请起，
此乃逆贼奸诈，非相国之罪也。请陛下节哀，以龙体为重。请陛下节哀，以龙体为重。朕乏了，剩下的叛贼余孽以及其余术士，便由相国全权处置吧。都退下吧。陛下保重，臣等告退。从我意识全面复苏到现在，也不过10天。袁家一个如此庞大的庞然大物，竟然被一脚踩成了天下共识的反贼。我做的事情，不过就是给董卓提了一句遗诏，蝴蝶效应，当真如此恐怖吗？算了，这世界似乎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一些。陛下，太后疯了！什么？陛下，太后留有遗诏。速速呈上来，让朕看看母后还有何愿。与何氏泣血谨奏皇帝陛下：余本南阳涂家女，少小不识15脚，吹艳丝腰色。先帝不嫌武威贱，拔于屠寺，立为皇后。王美人生陛下时，吾惧其夺此，竟以菌毒加之，此一念之恶，铸成千古之恨。后吾更是与兄长勾结，不遵先帝遗诏，陵前立地，窥视神器。灵表不知所云，何氏泣血饥寒谨奏。陛下，相国、众卿，尔等如何看待此事？朕当如何？太后丧事又当如何处置？臣以为，陛下不当为太后遗愿，太后丧事应遵其遗诏办理，归葬宛城旧里，不立坟川重碑，不举朝制仪，百官不必承服。陛下亦不为服众。太后乃先帝之妻，朕之嫡母，安能如此？此举不合理制。朕为天子，天下之表率，如此行径，恐惹天下人非议。陛下此言差矣。卿是？臣下蔡邕拜见陛下。原来是蔡大家，不知卿有何高见？陛下，太后违背先帝遗诏，勾结外戚，罪孽深重。正如太后所言，万不可葬入皇陵。陛下，臣以为伯下所言正是。臣下附议。臣等附议。便依众卿之言吧。今日朝会便到此处，众卿退下。这董卓遗诏玩上瘾了。这份遗诏弄得好，弄得好，不但为朕报了仇，也解了朕心中之忧。朕还以为要给那妖妇扶丧，不成想他连皇陵都葬不进去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初步掌握京城，获得声望值1000，每日获得声望值增加50点，当前每日可获得声望值215点则天。掌握京城，这也能算？2919点声望，可以模拟8年多。假死脱身之际，或许可以试试了。系统开始模拟，积分全部投入。丁，投入成功，剩余声望值0点，模拟开始。永汉元年9月初7第1天。明公，奉先尚在酒醉。已过40还在酒醉，走进去看看。奉先，醒醒，明公来了。闪开！奉贤，相国来了。相国，义父，孩儿不知义父驾到，有失远迎。起来吧。奉先在这军中宿醉，可是心中有气。义父信不过孩儿，孩儿心中有气。奉贤何出此言？老夫以大军相托，更是在陛义面前为你求来了温侯之位，何时信不过你了？义父恩惠，孩儿自是记在心中。可堂堂7尺男儿，侯爵之位，当用手中长戟拼杀而来，方能服众。义父前夜为何不让孩儿入城？是老夫考虑周了。今日老夫便是想与你们说说其中缘由。文攸，命令所有守卫，但有靠近营帐100步者，立斩。你们2人可信先神之说？明君莫不是想说，陛下是先神？陛下算是吧，或许不是。老夫要说的不是陛下。11天前，
也就是老夫与丁原义军相至的前一天，老夫得到了仙神点化，可窥视未来。窥探未来？义父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便说得通了。先前退军先帝遗诏，昨夜伏杀元魂等人，诸多事宜，明公皆能料人于先。原来明公是有此神意。文幽说的没错，这些事情均是老夫窥视未来所得，才能一一应对。义父有此神意，乃是上苍垂青，还要处处敬着天子。现在明白为什么历代皇帝不打仗的时候总是不想搭理武将了。你猜为父为何不反？为何要处处敬着天子？孩儿不知。因为老夫只是受仙神点化，而陛下却更似仙神。明白了吗？陛下虽然年幼，却有仙神之力，只是他久居宫中，不知皇宫之外事宜，以为天下之人皆有此力。为父不让你入城，不让你立功，不是信不过你，而是怕天子看到你的武力。先前数次推演中，天子在见识你的武力之后，便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实力。陛下在明白自己能力之后，性格会有一定变化，行事全凭喜怒，便是老夫也难从中保身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明主先前要我传言出去，说凤流有破军之能，万军之勇，原来是为了误导陛下。只是不知陛下到底何等的死计。陛下能单手将此戟震碎，一拳出能将全甲之人打成血雾，崩飞的碎甲亦能杀人。有一次推演之中，老夫数百全甲甲士，300宗箭手埋伏陛下，结果不到1刻钟，全场活下来的就剩老夫一人。你们能想到那种强大吗？陛下真乃仙神也，大汉有陛下坐镇，定当万古长兴。能在此等圣君朝中为官，真乃我等荣幸。只是明公为何要将此等密事告知外人？是以密城予以谢拜之礼，老夫自是明白的。今日之所以说出来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推演的世界之中。推演世界？明公此言何意？3言2语说不明白。你们只需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纵使身死，对你们也无甚影响即可。老夫这次是想要假死脱身，隐居乡野。你2人每月将朝堂上发生的事情告知老夫。你们对陛下一定要绝对忠心。老夫假死之后，你们务必将小白送去陛下处，便说无人照顾，希望陛下能照料一二。陛下对小白的态度，也要一一告知老夫。明公放心，汝定不负明公所托。明公，你要的人寻到了。寻到了，好，老夫归隐处可有寻好？也已寻到。出城东南50里处的阳城中，已为明公购了一家酒肆。就此处吧。这怎为路名？汝怎敢为明公取名？还请明示下。陆董二即可。那替身一事。 3日之后，老夫替陛下出巡平阴，查访灾情，便在这路上动手。记住，要用火箭将整个车架焚毁，事后处理干净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明公，前方2里处便是伏击处了。歇得差不多了，老夫沿河岸锦寻村寨走走，明日此时在此会合如何？是，明公。是，相国。明公，如有一事相禀，尔等先退下。 蔡大家，你们先行一步，我随后便到。明公，相国有些乏了，路上稳一些，莫要惊了相国。是。假死成了。
冬儿就从这儿开始了。明公，一切事宜都算顺利，只是李巨、郭汜、张继、樊琛4人各有一行，我本欲设宴杀之，可这几人数日未朝，一直留在军中。关外诸侯也在频频调集兵马，似有入京之举。陛下那边呢？可有召奉献演武？有。前日早朝，陛下令百官一同观看精锐军阵演武，奉献亦在其中。那便无事了。你回去之后，只需将朝中内外事宜事无巨细一一禀明陛下，切勿擅自决断。总之，你只需处处顺着陛下即可。如明白了。文攸，京中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明公，陛下真天人也。我岂能不知陛下是天人？速速将缘由一一道来。10月初。李昭、郭肃等人率3万精锐入城，陛下带着文武百官，就站在城头看着他们。随后，陛下独自一人，万军堂中，将4人及4人的副将尽数斩杀，入室不到半刻。陛下再入阵中，生生杀出3条战环血路。乱军见此，纷纷跪地祈降，方才活命。事后收尸，陛下一人斩杀1300余人，皆多是披甲精锐。陛下可有疲倦？应当没有。明公万万不可有反心，陛下乃是真正先神。老夫岂能不知？后面诸侯叛军是否也是如此收降的？有些差异。 15路诸侯30余万人，把洛阳城围得水泄不通。陛下亲自登上城楼，劝说了3天，告知天下诸侯，京中也没有叛逆，让他们速速回去。他顿了一下，和马腾2路兵马退出包围，其余人欲要强攻，不遵朕所与章令。陛下说了一句：“当降罪1个时辰。”1个时辰后，天子遇袭而归，30万大军土崩瓦解。京中穿冰色多扣衣服的男性出城收降，得17万余人。如终于知晓，何谓一人破军了。 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孩儿拜见义父。奉先请起。孩儿这次是去扬州，扬州豪强抗旨收丁献田，孩儿奉命平叛。竟还有人敢抗旨！13路诸侯30万大军都被天子杀崩了。唉，一直都有。纵使杀得血流成河，那些世家豪强，仍旧有诸多抗旨不遵的。 陛下的政令到底有哪些？你跟老夫说说。就是收丁、收地、收粮、收钱，抗旨就杀，没有别的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陛下亲口说的，当今大汉被世家豪强蛀空了，该让他们吐血出来。这小子怕不是陛下在上面讲政策，他在下面打瞌睡。哼。义父，这是陛下赐给孩儿的一套炼力功法。 孩儿仅练了不到3个月，力道便增长6成有余。不过这功法需要大量肉食，这26斤是孩儿孝敬义父的。哈哈哈！我有奉先，朕乃天系也。1年差不多9.5了。哈哈哈！霸王也不过如此了吧？ 这武力应当有20了，20也还不够。本次模拟结束。8年，弹指一挥间。1. 详细记忆。2. 最高武力。3. 破线丹。4. 灵气100缕。本次模拟超过1年，可以选择2项奖励。你何不早些告知？这让老夫如何抉择？这灵气又是何物？宿主并未询问。灵气乃天地孕育之气。 吞服此物，修行可1日千里。武力值随时可以获得。我现在更需要凤须给的功法，选择记忆和灵气100缕。丁，奖励已发放，请宿主自行查收。董卓，董卓，你西凉莽夫，何德何能入得了这天子定堂？朝中事宜，谁为天子，与你这老贼何干？
还有仙神相助，好在相国神色怎么这般疲惫？前燕平定叛乱，昨日又因太后之事操劳，这是2日2夜未曾歇息了吧？如今国家稍稍安定，相国若有3长2短，你让朕如何是好？多谢陛下关心，臣下武将出身，时有鏖战数日之事，区区2夜不算什么。岁月不饶人，相国如今5旬有余，岂可与壮年比之？陛下，这是从袁家、王家搜权出来的财物地契清单，一切相国安排便可。陛下，这袁两家的田产众多，卖身靠两家的佃户足有近1万户，臣下愚钝，实在不知当如何妥善处置。都是些佃户、农夫，王允应当不会与他们商议谋反之事吧？可田土不比金银，无法带走。相国是否可以直接分与佃户？臣下明白了，陛下是要将这些土地收入国库，而后再租赁给农夫佃户耕种。那不知这该收几成税收？这便由相国定夺。这么敬业，心跳都有点乱了，还这么干劲十足，董卓不会猝死吧？现在可不能死，朕这面盾牌还得靠你多撑几年。丁，今日模拟次数已刷新，恭喜宿主获得215点声望值，当前声望值每日1颗灵气丹，今晚过后，老夫也是破线高手了。系统投入15点声望值，开始模拟。丁，声望已扣服，剩余声望值200点。第9次模拟开始。第1天，你召来李儒，称连日劳累抱病在床，需要静养，然后每天吞服灵气丹。第2天，朝中官员纷纷前来探望，刘协也派人送来药材。本次模拟结束，请宿主在以下奖励中挑选项。选择2，武力值。丁，奖励发放中，请宿主忍耐1、2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突破人体极限，正式踏入修行门槛。系统开始升级，升级结束。本次升级新增系统商城，宿主可自行查看。商城，宿主可花费声望值在商城之中购买新义物资。青木长春宫1层，黄界10万声望值，在有灵气的环境中破线一阶武者每日修行8个时辰，1年可提升0.1点武力值。10万，这得攒到什么时候？系统，我还有多少寿命？宿主已打破人体极限，当前理论可活180岁左右，剩余寿命约100余年。1年半之后，陛下的武力大概是多少？该问题需支付100声望值，是否支付？支付。丁，根据第8次模拟估算，1年半之后，刘琦的武力值为38。董卓老贼休要再乱我心智，我董仲衍誓死效忠陛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既然不想和陛下作对，这压力似乎也不是那么大。明公，奉先尚在宿醉，据军中将士传报，他已宿醉2日了。奉先，奉先，滚开！上酒！来人，将这醉汉拉下去，重打50军干。明公，不可！吕布勇武桀骜，万一当场发难，休要为他求情！拉下去，给老夫打，狠狠的打！孩儿拜见义父。明公，奉先宿醉虽有错在先，然明公平定叛乱，奉先闻之欢喜，多饮几杯也是人之常情。义父，孩儿知错了。哼，知错？哼，老夫待儿如何？义父待孩儿犹如生父。老夫将数10万大军托付于你，更是在陛下面前为你请侯，你却在军中宿醉，隐无监视，致使军纪散漫，军心不惧。如今京中仅有这1部大军，但凡生变，将大汉安危置于何地？孩儿知错，
孩儿辜负尽一番苦心，辜负了陛下，险些酿成大罪。本来这次是要赏赐你的，就你这般50军榜，便算是老夫对你的赏赐了。孩儿谢父亲赏赐，父亲教诲，孩儿再不敢忘。这是陛下给你的赏赐，此书册乃是宫中武道藏书，与你颇为契合。这一粒宝丹，操练之际服用。吕布叩谢陛下赏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儿果然俊杰也。文攸，传众将入帐。是，明公。臣等拜见相国。免礼。这次诸位评判有功，陛下对诸位均有封赏。文攸，李朝子郭汜华雄斩敌有功，陛下甚喜。李受封南宫卫尉，负责南宫宫门卫队。郭汜受封北宫卫尉，俸禄2000纸。华雄受封武关中郎将，俸禄2000纸。以上钦此。臣等拜谢相国封赏。奉先，将他们带下去，各打20军棍后，再告诉他们缘由。相国，我等无罪啊！相国，我等何故受诏？20军传或许不长记性，或有记恨，各打50军传吧，打完再来领赏。都愣着干什么？拖下去！奉先，相国这是为何？我等今日平白无故受诏。你们看看，我的意思是，相国此举其中定有深意，还望奉先不吝相告。臣等定不敢有丝毫冒犯陛下之举。一会儿将老夫带来的钱财发给将士们，犒劳一番。对了，老夫先前听文攸说，军中有一人名为贾诩，曾举孝廉，现在正上相国。贾诩现在末将帐下任校尉，速去将其唤来。是的，是。末将贾诩拜见相国。贾诩，绝世人才，未认可。文何放松些？老夫今日提陛下犒赏大军，众长幼即将入京为官，实在无力整顿，故而想请文何为谋主，相佐奉先，整顿军纪，如何？这相国厚爱，末将才贤之疏，恐难当此大任。此职非你莫属，不管成与不成，老夫日后绝不责怪于你。放开手脚做便是。以尽力为之，若有差池之处，还望吕将军和诸位将军多多指点，多多包涵。相国，可还有他事？无事。好了，都下去吧。是。可惜，明公怎么了？无事。对了，明日让孟昂来府上议事。这女孙儿长在凉州，老夫溺爱了些，少不知礼。孟德见笑了。老夫今日请孟德前来，是想求问一事。孟德以为当今大汉最大的庸劫是什么？恩相也曾扫平黄金，不知恩相可曾想过，那黄金何以能聚众110余万？妖道祸事罢了。孟德莫非有高见？一指符水或可诓骗110人，岂能让几万亲围攻郡县？他们只是活不下去了。那所谓符水也并非什么神术，那是西周。幽州刘刺史曾上书，言一郡之地，豪强所占田土10之6、7。操也曾探访州县，此非虚言。自光武中兴以来，朝廷屡布渡田之令，可哪一次到最后不是不了了之？田在豪强之手，富在朝廷之侧，义在百姓之身，此三者不相辱，天下如何不乱？以操之浅见，今天下必极根源，就在豪强，就在世家。孟德高见，听孟德一言，当真是茅塞顿开。那以孟德之见，此事当作何解？夫合兵结合，非一日之寒；积土成山，非唏嘘之作。当今朝堂之上诸公，谁家没有良田万亩？若强行收田，恐朝野震动。恩呛若思变革，当徐徐图之。如何徐徐图之？自先帝废止立木之后，虽平定了黄金，然地方豪强也多募私兵修筑屋堡，
曹以为当今之要，应让陛下发诏，废州牧，立刺史，收缴天下刀兵。凡县田严令，设爵制定田数，不遵者，发兵抄没家产，发于边塞。废州牧立刺史，此事虽颇为困难，然老夫帐下军威将广，倒也不算难事。只是县田由谁来清免，又由谁来核查？正如你所言，朝堂百官皆与世家豪强多有来往，老夫只怕这县田令一出，最后又是不了了之。恩相有大军在手，谁敢不从？当大军镇杀之，为千古之谋，一时之乱，何足一提？今大汉出现平定，老夫岂能为区区薄民而使大汉复乱？今大汉虽出现平定，然若不根除弊疾，太平难以久守。届时之乱，或胜于黄坚。此事关乎国本，老夫无权决断。你今日回去，将所思所想一一写下，明日随老夫入宫，呈与陛下。若能说服陛下，老夫便向陛下进言，保你为丞相，主管改革之事。这是陛下对元王两家田土、佃户、农夫的处置结果，你回去好好看看。操！拜谢恩相卓拔。丁获得天赋，治世能臣，领地获得声望提升2%。宿主加油，你一定能超过陛下的。最后那句可以不用加。孟德昨夜未能安宿耶，床地之事少些为妙。恩相说笑了。相国，曹校尉，陛下有请。免礼，入座。相国与孟德今日前来，是有何事要禀？王进，朕这几日听闻中藏府令那边偶有怪异发生，朕赐你金剑，去那边镇守吧。陛下，奴遵旨。好了，相国、孟德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小白这下正好能名正言顺地安排到陛下身边了。系统，投入一点声望值，快模拟，快！丁，声望值已扣除，第11次模拟开始。丁，声望投入成功，剩余声望1629，第11次模拟开始。本次模拟结束，请宿主选择奖励。选择记忆。相国孟达，不知今日入宫是有何事？陛下，孟德有治国之策，奈何臣下愚钝，不明其要，故而今日引孟德献策于陛下，请陛下见之。哦，孟德有治国之策，何不献于朝堂？陛下，臣此奏关系重大，不敢轻视朝野诸公。竟有此事，呈上来。陈操灭死再拜。1月好强兼并，2月流民失所，3月私兵横陈，三者相因，犹殃肝复骨，不去则溃。这曹操胆子是真大，这话要在朝堂上说，能被百官的口水淹死。收刀兵，平豪强，安流民，取韩氏，治官吏，所虑甚远。孟德当真治世良臣。相国，你以为如何？陛下，臣以为孟德所言甚是。朕虽年幼，却也知这变革之事关乎国本，稍有不慎，便是取乱之源。令此事当以密政，不可轻易示人。今日朕便将此变革事宜全权托付相国，由孟德辅之。先从收天下刀中开始，卿以为如何？臣董卓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臣曹操定当竭力辅佐相国，不负陛下。朕有2位忠良相助，何愁大汉不兴？2位快快平身，今日便在宫中用膳。陛下，臣下也有一事欲要启奏陛下。哦，相国还有要事？陛下，臣膝下有一女孙，自小失孤，虽得臣下溺爱，然臣下终是一介武夫，难以给予教养。如今臣受陛下之令，恐又要四方征讨，留其在府中，心中难免挂念。臣想求陛下恩准其随侍左右，习宫中礼仪，闻陛下训诫。如此，臣下亦可安心为国效力。相国忠心，朕自是知晓的，却不想相国今日还有如此之求。朕身边当真无人可用。既然相国相求，那便依相国的。臣下替女孙白叩谢陛下圣恩，陛下万年，大汉永昌。相国无需如此大礼。臣女董白拜见陛下。免礼，你日后便随侍朕左右吧。是。
陛下。董白，入座吧，不必久站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年岁？回陛下，白是光和2年生人。光和2年，那比朕还要年长1岁。这弓你可用得了？这是祖父的破乔弓，白曾偷偷开过，能开一些，但无法满弦。真的能拉开一些？这弓可不轻。你没骗朕吧？能否让朕看看？好，真可谓是将门虎女。对了，你可曾见过战场厮杀，或是两军斗将？朕久居京中，从未见过，甚是好奇。未曾见过，不过我见过祖父练武。哦，怎么练的？就在2、3天前，白曾见到祖父在园中练习，眨眼间便能跨出数丈之远。以前未有见过这般武艺，昨日本想请祖父教我，结果祖父同一个伯伯父谈事去了。眨眼间跨出数丈，朕不信，朕要2、3步方能跨过1丈。相国便是比朕高大些，就算他1步能跨1丈，眨眼之间也只能跨1步而已，哪来的数丈？白不敢妄骗陛下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请祖父前来一试。哎，不必传相国前来了，朕信你，信你。不过，你说相国眨眼就从这儿到了那儿，这个眨眼是多久？是1这么久，还是1、2这么久，还是1、2、3这么久？是1这么久。那1、2就是2个眨眼的时间了。对。朕还以为相国壮硕，速度应当较慢才对，却不想竟能如此迅捷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董白，你先随宫人熟悉一下宫中，朕还有些许事情。一会儿朕带你去膳房看看，看你今晚想吃些什么。是，陛下。眨眼5丈，半秒10米，1秒20米，1秒20米，还是在练功，没用全力。董卓这种实力，在演义里最多2、3流武将，那吕布得有多强？这宫里都是普通人，三国武将这么强的吗？还好苟住了，若是莽撞的话。如今董卓和曹操都是忠臣，还提出了改革计划，看来朕还得苟几年。几10点、100支点武力值在这世界似乎还是有些不保险。朕这身份，要么就毫无危险，要么就镇压全场，半途暴露，恰恰是最危险的。主事人，一户5口，壮男耕10亩，壮女耕6亩，牛一头可供50亩。董卓那日眨眼5丈，这世界的水比我想的深。再苟几年，稳妥为上。第3队那个弓手左手抬高了半寸，让他重来。7949点，再攒一攒。明公，荆州急报，长沙太守孙坚杀了刺史王睿。让蔡邕准备檄文，告知凤元和贾诩，清点粮草器械，准备发兵荆州，平定孙坚叛乱。明公，那京中是否需要留守兵力？太尉那边是否要防范一二？你先去办这些事宜，容老思量一二。是，明公。系统，开始今天的模拟，投入所有声望值。丁，宿主确定投入所有声望点，当前声望值7949点，预计可模拟21年9个月。全部投入，我董卓定要寻得那一线之机。丁，投入成功，第32次模拟开始。陛下，孙坚以下伐上，吾令出兵齐行谋逆，当兴兵讨之。臣等附议。准，以相国为主帅，太尉黄骁骑校尉曹操辅之，发兵10万，讨伐逆贼孙。令蔡邕拟定讨贼檄文，布告天下，邀各州府共同出兵，剿灭逆贼。例如牛府胡展留守京中，吕布、华雄、李耀、郭汜、张继、樊冲随老夫出征荆州，务必要诛灭孙坚。
第37天，大军刚至南军，一名使者快马赶到营前，献上孙坚的降书。孟德，你认为当如何？恩相，即便王睿真是王允同党，孙坚也应上禀朝廷，由陛下定夺，岂能是他孙坚说杀便杀的？况且王睿之死已有月余，今大军将至，才来投降表，此孙坚权宜之计。请宿主做出选择：选择1，接纳孙坚的投降；选择2，拒绝孙坚的投降。选2。丁，选择完成，模拟继续。将孙坚的使者赶出去，老夫不接受他的投降。孙坚，何敢与我一战？参战！少年，枪中无英雄乎？匹夫欺我太甚！吕布休走！华雄张继，速去助凤先生擒孙坚。是相国。天须亡我乎？主公，主公！不是每个少年都像陛下那般逆天，但此子日后必成大患。黄甫松，你率军押送孙坚等人先回洛阳，大军不返，以搜捕孙坚同谋援王救党之名，进驻郡荆州各郡府。诺。传令，凡荆州各郡及下属豪强士卒，所有刀兵必须上交，不取私兵必须解散。有不从者，敢于反抗者，皆以孙坚同党论罪。具体事宜交孟德处置。诺。秋子孤墨温宿一头疏林，每过一国便缴一次钱。这些小国收取过路费已有数十年。除了秋瓷，其他小国都要。像魏氏那种大家族，他们不敢拦，但咱们这种小商队不交钱不行。西域都护府名存实亡，挨了欺负也只能受着。光是这些年收的过路费，怕是不知多少亿钱了。过大鼎，过康居，独行千里，陛下总找不到了我吧？大秦老了。等陛下进入超凡，等天下灵气降临，便是我真正开始的时候。我穿成了汉献帝流血，获得一个实力指数增长的金手指。我是董卓，我没穿越，但我获得一个模拟系统。好消息是，我的实力会指数增长，每天增加1/1000。坏消息是，正常人战斗力巅峰是10，而我是1。我本想着苍天已死，董卓当立，但我经过数次模拟发现，我们天子好像有点离谱。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只是想做大汉忠臣了。可是这演绎的世界未免过于离谱了，这到底是三国还是封神演义啊？我的实力每日增幅1/1000，且是复利，只要能苟住，13岁实力破百，26岁实力破万，39岁上百万，到时候你就是魔神吕布，我也给你揍成吕小兔。本蔡邕顿首，大汉天子，威加海内，蔡邕的声音。大礼。相国，臣董卓拜见陛下，今闻陛下大婚，臣下特来献礼。今日至此也算礼成，众卿先去入席，朕与相国有些话要谈。陛下是如何知晓臣假死的？又是如何发现臣下的？很简单，你我实力差距太大，朕只要一个念头便能发现大致暴露。董白入宫当日，朕便知晓你已破线。你若真死了，尸首应在长江而不是罗马，你说呢？陛下当时已知晓臣破线了。你看你又急，你如今还在破线一境，十几年寸步未进。若是待在朕身边，说不定哪次朕一个书没察觉到，你就一步登天了。中王了。哎，朕真不敢想象，现实中有你这等忠臣陪着，世界会何等精彩。陛下，臣绝无冒犯之心。行了，这屁话你自己信吗？好了，你累了，睡一觉。本次模拟结束，检测到宿主存活时间超过10年，
可选奖励如下：7年苦修，天天吸收灵气，才勉强10.793。系统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宿主吸收的均为驳杂灵气，况且你后面灵气爆发时又不修炼了，7年能修成这样，不错了。我选择灵石、灵气，还有异蛇蛋。系统，你说我还有机会超过陛下吗？需10万声望值。10万！陛下，臣有奏禀，孙坚以下犯上私自动兵，杀了荆州刺史王睿。竟有此事！孙坚，可是江东卢？回陛下，正是此人。众卿如何看待此事？陛下，臣以为当发兵讨之。孙坚以卑临尊，大逆不道，今若不严惩，恐四方效仿，国家不宁。孟德此言有理，既如此，便发兵征讨吧。出兵事宜，便由相国与太尉相商。臣王福松领旨。陛下，臣下曾在西凉得此异蛇之卵，久服未成。前几日发觉其中似有活物，特将此异宠献陛下。哦，蛇卵竟有如此之大，真是稀罕。陛下喜爱便好，臣下不日便将出征，还望陛下多多保重。好，待相国班师之际，朕便在宫中设宴，为相国庆功。宫中设宴，这下躲不掉了。是陛下。系统，救我！陛下要在宫中设宴，我这谎言岂不要一朝破碎？可有破解之法？是关中王10点声望值，扣吧。丁已扣除，请宿主仔细查阅商城。特效，这是何等仙术？这只是超凡之后神魂的一种视觉表现，可用来哄骗陛下。得让满朝文武也陪老夫演这出戏。奉谦，这是陛下所赐丹药，望你尽快破现。是，父亲。日后不管何人，也希有年曾拜一人为师，功法兵家便是师傅所赐。明白了吗？孩儿明白。陛下，既然你要看这天下第一，那臣便给你一个天下第一。李冰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模拟机会。正好，臣也开启模拟，投入200声望值，开启模拟。声望值投入成功，剩余声望值317点，第34次模拟开始。明公，奉先遣人前来传言，许你有要事相商。这么快，看来是突破了。父亲，孩儿应是已到破线之境了。这700斤的方天画戟，在孩儿手中轻如羽毛一般。10月22日，卢植引刘备、关云、张飞3人至相府，以以礼相待，邀3人共讨孙坚。刘备应允。10月28日，关张2人在吕布指点下先后破线。刘备吞服8粒灵气珠，仍未突破。12月下旬，董卓与孙坚对峙于江夏，孙坚联合黄祖、曹乙等势力共抗朝廷。张飞奉命挑衅，孙坚暴怒，亲自出战。6个回合，张飞连挑孙坚、孙策及麾下4将，单人单骑杀穿敌阵，夺下城门。前后不过1刻钟。只见第34次模拟，初平元年2月，地点洛阳，皇宫宴席，天子在宫中设宴庆功。相国，朕听闻此战之中有一大将名张飞，1刻钟内连挑6将，夺下城门。此事当陛下确有此事，翼德将军神勇无双，世所罕见。相国，朕听闻你有一子吕布，也是世之良将，不如今日让2位将军演武一番，以助酒兴。臣愿为陛下演武。相国，2位将军比斗太快，朕看不清楚啊。陛下，当前是奉贤略占上风，不过胜负尚不好说。得此2家，这我大汉之福也。陛下，此乃一人所献灵石，臣近日带在身边，颇觉神清气爽，特来献陛下。相国有心了，看来天子已猜出大半。至于他为何不动手，或许是不在乎吧。本次模拟结束。好，好，好！从今往后，我辽乡侯可谓大汉先师也。最缺的还是声望，不过黄甫松与朱勋或可争取1、2了。闻孟德一言，夙夙夜难眠。竟不知公与孟德竟有如此宏略，甚是佩服。出兵之事，竟愿听凭调遣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人才朱玉的认可。董伟速速入座。老夫昨夜思量许久，觉得你2人之言甚是有理。明日随我一同入宫请奏如何？诺。赵崩入境。卢公夸赞董卓，言其有服大汉中兴之能。兄长想去，我等自当同去。去便去。若那董卓还是当年模样，俺便替大汉除了此贼。兄长，这位是？2位贤弟，这……你们不要了，几位壮汉，我不要了，我自去寻我的毛驴去。老丈，方才马匹受惊，这才狂奔至此，惊走了你的毛驴。这些钱财您先收着，毛驴我们定帮您找回来。那多谢3位壮士了。方才我那毛驴是那边跑了，那边吗？今日太阳倒是不错，就是还差点时辰。老丈，您方才没有看错吧？我们兄弟行至谷深，也未见到毛驴。没有吗？那可能是老朽看错了。
应该是去了那边吧？哼，这老汉莫不是戏耍我们？三弟，我等有错在先，岂能如此无礼？老丈稍作歇息，我等去便好。一桥三金女，王师公、张良，二位贤弟，速速整衣，随我入洞。来了，倒是颇有几分意义。大汉将大捷，需3位辅佐天子平定天下。此宗法一卷单3单30完，体积3件平定。你2位贤弟资质不凡，各需6、7完即可突破。你资质略差，需21完。修行有成后，并董卓帐下听令，此劫非其不可破。被拜谢师尊，不知师尊名凤。你们只能算老夫记名弟子，老夫的名后，想必你们也已猜到。好生修行吧，鱼儿，莫要再玩了，走了。神兵需滴血认主，否则难以发挥全部威能。谢师尊。3个没良心的，功法、灵气、兵器，老夫都给了，结果这都不认可老夫。这些都是第34次模拟中学来的傀儡戏法，真正的毛驴早跑了，这是备用的另一头。必须尽快赶回洛阳，大军出征在即，拖岗1、2日尚可，太久必惹人疑。系统，模拟一次花费5点声望值。丁，声望值已投入，当前剩余声望值4299点，第55次模拟开始。降则必死。董卓老贼为赴京元府举荐，才得此位。如今元户已被灭门，若降，必遭董卓老贼陷杀。我已与皇祖曹邑联盟，先在江夏一战，胜则最好，败则退守长江，凭天险而待变。父亲，何不直接放弃江夏，据守长江？如此可保存实力，蛰伏待变。江夏乃坚城要塞，今日弃之容易，来日再取便难了。吴小心，自有野猪群。区野猪有何惧哉？不学。咦，竟有这等事！大汉3灾3劫3难，竟在你父子2人身上应了1劫1难。今日得遇老朽，留你们不得。仙长，今何处得罪仙长？仙长方才言大汉有3灾3劫3难，此乃天意乎？天意，既是天意，仙长杀了这2人，便能少1劫1难不成？若能少，怎能算天意？你这娃娃倒有几分鉴定。你3人随老夫走一遭。给他服下。多谢仙将相救。敢问仙长，先前所言，汉室至今400载，洛阳传12帝自当有节，先前黄金为1灾，你父子2人何为1劫1难？老道本欲除尔等以护百姓，然天意难为，纵今日除了你2人，劫难亦会应于他人，恐更甚。敢问仙长，我父子命当何入？何如？自是被朝廷斩杀，尔等不过大汉一番小劫罢了。老道非忧大汉，忧的是荆州百姓。装神弄鬼！父亲，休听这老道狂言。力气果然不少，本想点化你3人，既如此，留你不得。逆子年幼，冲撞仙长，若再有无礼，再杀不迟。莫说30世皆业尽数应下。其一，速清皇祖曹宜，取零贵养，平定武陵蛮、武西蛮，少杀人，多收编。其二，整肃管辖之内所有世家豪强，土地归公于百姓。此事多杀人，不听话不配合者皆杀。其三，遇朝廷大军，不可劳民伤财，城池得失以斗将而定，但须阻朝廷至明年8月。届时交降书于董卓，表荆州之变。董卓若知荆州变化，定会容你。仙长，坚不过一长沙太守，将不过10，兵不过万，此3事如何能成？老夫让你应下之事，自是你能成之事，便说应与不应。应，我父子应下了。此玉瓶中有灵丹150丸，你父子各25丸，他100丸，不出10日便可有非常人之力。此2枪1箭，是你们日后兵刃。至于洞府之中，取时需滴血认主。若为今日之诺，老夫定取尔等首级。敢问师尊高号？赤小楼头见胡公，跳入鼻中玉殿空。竹杖画龙缩地脉，行事犹能御长风。赤原楼头见胡公，竹杖画龙缩地脉，此乃废长山。系统，这是不是有些不对？我赠兵刃送灵丹，怎就没一个认可我的？宿主改头换面，就算他们真的认可，认的是黄石公和费长道，跟你董卓有什么关系？7000声望值啊，竟只是这般。不过有这6人存在，陛下日后应当不会只盯着吕布1人了。
这次回去再攒些声望值，再模拟久些，灵气柱消耗太大了。唉，也得看看如此变化之后，老夫能在陛下面前多久。只要这6人破线，再弄出一番风雨，纵使天子超凡后察觉不对，也当会先追查那黄石公与废长氏，而非我董卓。父亲，今日怎有空来军中？虚文所限已不足5日，大军出征在即，陛下遣老夫前来犒军。多谢陛下犒赏，臣等此次出征，定当拼死助逆。凤仙，拿起来试试。这便是陛下所赐神兵。是孩儿师尊所赐。此为凶器，寻常之事莫要轻易战备，以免为凶星所迷。父亲放心，孩儿明白。够了，先去包扎。凤仙，日后若有人问及你的武艺与兵刃，你便说昔年在九原时曾拜一人为师，若报师门名后，便说你是深泽李少君门下弟子。父亲，这是为何？莫问缘由，记下便是。父亲放心，孩儿定不忘师尊李少君点化之恩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模拟机会，恭喜宿主获得367点声望值，当前剩余声望值1938。5年时间可看不少了，这次就待在陛下身侧，看看隐藏多久。系统开始模拟，不投入声望值。在下9原吕布，字凤仙，曾拜师学艺于深泽李少君座下。敢问3位是？吾乃燕人张翼德，有幸受黄石公点拨，久闻温侯武艺天下无双，可敢切磋一二？尔等莫慌，此乃2位将军对战意向，后退100步观战即可。三弟，你且回来，让某也来试试李仙君高徒的手段。哈哈哈哈哈！李仙师弟子果然不俗。陛下，好孙豪文所献之期已到，孙坚仍无悔改之心，臣请陛下诏令讨贼。陛下，太尉所言正是，此贼不讨，不足以摄天下，不诛不可以振军心。臣愿请战。朕听闻北军之中有4位仙家弟子，对战之际能唤神兽宿住，相国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吕布与刘关张3位将军皆为其人所授武艺，切磋之际偶有异象显化，并无伤人之能。得此4将，实乃我大汉之福。准奏，发兵讨贼。第62次模拟继续进行。陛下确有此事。吕布自称李少君弟子，刘关张则自称黄石公弟子，4人战力超群，对战之际确有神兽虚影显化。这真是天佑大汉！相国，不知出兵之前，可否让4位仙神弟子演武一番，以激励大军士气，彰我大汉天威？陛下，臣下朝之后便去安排。不知演武台设于何处？就设在皇城之外。这等天耀大汉之事，当让天下人都看看。演武之际，朕率百官登城头观战。是，陛下。世上真有仙神不成？相国向来持重，想来不会作假。让百姓免礼，告诉他们，朕今日与大家一同观战，不必拘谨。谢陛下隆恩！谢陛下隆恩！相国，4位将军何在？陛下，几位将军已在台下，只等陛下诏令，便可升台。那便开始吧。臣吕布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安，大汉永昌。臣关羽拜见陛下，陛下万安，大汉永昌。相国，这2位将军好大的嗓门。好，开始吧。相国，这4位将军的武艺，朕能否学习？这，臣下去帮您问问。不过习武一途极苦，也甚枯燥。无妨，朕为一国之君，这点苦与枯燥受得了。对了，相国，朕听说你武艺极为高强，不知你与这4位将军相比，孰强孰弱？早年臣也有些机缘，虽无名师，却也有些能耐，如那华雄、李赵、郭子之流，臣尚能应对1二。那相国可否教教朕习武？这自无不可。不过陛下若要习武，臣有一异宝口献于陛下。异宝？
臣早年的机缘便源于此宝，如今他对臣已无大用，臣愿献与陛下。如此，多谢相国。天子这次是真没把握了，看来能圆的都已圆上，8000声望值砸下去，总算见效。目前只要吕布不出皮策，应该就不会有太多漏洞了。大军开拔，吕布、关羽、张飞前往虎牢关会盟，留刘备在京师护卫。11月初10，9路联军齐聚虎牢，黄甫松迅速收编联军，兵权尽归朝廷。报，孙坚对黄佐等荆州势力发动突袭，双方已经开战了。相国的意思是先做官鹬蚌相争，荆州各部势力交杂，与其逐一清剿，不如让他们先斗个你死我活。可大军已集结，若久不出征，恐失信于天下，有损大汉威信。老夫星夜回京禀明陛下，盯住孙坚即可。其余大军可先去平定白波、黑山、青州、黄云，待贼寇平定，再对孙坚出兵不迟。天子这月余都在修行，似是入了魔。看来这一次，天子是打算用实力来解决问题了。相国，孙坚已吞并黄祖、曹乙等势力，孙坚还下达了灭豪强、均田土的诏令。他治下不少世家豪强暗中送来降书。孙坚内部正生乱，正是进攻的上好时机。他也在灭世家豪强，倒是与我们的变革不谋而合了。你与云长先屯军江晒，每日与之斗将，待孙坚将其治下豪强覆灭，再一举拿下。相国此计甚妙，不过若有逃出的世家豪强，又当如何应对？逃得出来吗？兵荒马乱，孙坚又封锁疆域，怕是逃不出来。那万一呢？孙坚此料诡计多端，那定是他的斥候探子。相国，若这父子二人心生歹意，入宫行刺，谁人能挡？臣已下令将张飞调回京中，有刘备与张飞在，孙家父子定不能伤陛下番号。今大汉皆托于相国，朕无他可赐，不知相国尚有何缺？陛下，臣本西凉匹夫，幸得陛下器重，放居相国之位，给予人臣。今为陛下分忧，乃是分内之事，绝无他求。相国快请起，朕绝无试探之意。臣下叩谢陛下天恩。陛下，今海内初定，为中宫虚位长秋久尽，王者立后，当遵旧典，则书令以正侨防。朕方9岁，册立皇后一事，与古典何如？陛下，昔周文王举大嗣，待年于周，以选德门之女，早正坤矣。陛下，臣有女婉，请母梦月入怀，臣不敢自觅其女，愿备待年之选。这五雄不过一支笔2000流的校尉，哪来的胆子抢这桩婚事？莫不是他也有系统？福州匹夫，阮敢如此欺君？哼，梦月入怀，哪个妇人做梦不识几个祥瑞？拿来哄3岁小儿尚可，而欺陛下年幼乎？陛下，相国所言极是，臣虽武将，一观五情此妖有王莽之心。够了，此事往后再议。退朝。相国，好消息，孙坚降了。我这便去呈禀陛下。降了，打了8个多月也未有大战，怎么就突然降了？陛下，孙坚父子已在降书中言明会交出兵器，没了兵器，他们入京也翻不起龙华。那相国以为朝廷当如何处置他们？孙坚父子之罪当属不赦，然其乃主动归降，8月中多以将为主，未使百姓荼毒。臣以为可使其戴罪戍边。今西域诸国朝贡已决，诱杀长史，当遣军伐之。谋逆之罪，仅遣出塞，轻了些吧？是。去岁12月，孙坚为筹集钱粮，将其治下世家豪族尽数屠戮，田土尽归于农。百姓安则天下安，孙坚父子之罪，或许也不一定是谋反吧。看来在天子心中，反与不反并非关键，善待百姓，许多事都可以翻篇。相国雄心，坚甚是佩服。今特来代谢辞别，此去域外，不知何时能归。文贪，今西域诸国为乱久矣，将军此去，何不效定远侯之故事？戴罪之身，不敢奢求。但相国放心，区区西域小国，坚此去后，定使其不再生漏。相国大喜，文少君从少善送回了礼物，足有200余车，价值巨亿，这是礼单。金3车，银19车。孙坚是把楼兰地皮都刮回来了。淘气3车，他孙文刚是活不起了吗？这种破烂也往回拉。去信告诉文州，
大汉所缺乃金银铜铁马，其他物事往后顺路卖掉便是。凉州驻守不可松懈，以免羌人作乱。金银珠宝送国库，其余在京中卖掉。诺。今大汉重入西域，不知多少游侠儿梦中封侯之路。告诉大红路，但有人请使，能放就放。汉时是西域。我打算在户籍和土地造册结束后，随便挑选一个郡，逐户核对，凡有隐匿者，豪强和主管造册的小吏杀掉。杀完一郡后，再让全国进行第二次造册。相国放心，我有云长这仙家弟子相护，又有玄德义德相助，谁能杀我？孟德，此法虽好，可那些小吏人微言轻，得罪不起豪强，不过是依令行事。若一并杀之无辜，变法之事，国之根本也。若法不严，则令不行，而事不成。依卷之见，不如图3000里，放之岭南敦煌邦边域之地。如此一来，可警示各郡；二来可戍边开荒。贾诩没认可自己，或许是因为自己在他眼中还算个人。其实孟德的主意也不是那么差，杀了也挺不错的。那就暂且这样定了。是关中王来了。玄德，你们这是？我们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东西，黄石公所赐丹药便是这种感觉。什么？在何处？我等为何没有异样感觉？莫非我等无仙缘乎？诸公可有呼吸之法？且试炼一二看看。当真有诸多不同。这一套全打完，不但没有疲倦，隐隐还觉力道有所增加。正是，为何会有这般奇异？莫要多想，抓住仙缘，多多习练一番。玄德，为何没感觉了？不知，备也感知不到了。莫非方才是仙神过境？此等大事，当面呈陛下。老夫先去一趟宫中。吕毅，仙神过境。是关中王来。仙神过境，那是否要行祭礼，礼待仙神？陛下应当不必了。那股气息仅存在了片刻，便消失无踪。想来仙神已然离去。唉，朕错失仙缘矣。天子到底有没有超凡？超凡到底有没有窥探记忆的能力？前2次模拟中天子展示的实力到底是真实的，还是他想让我看到的？分不清，我如今是真的分不清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相国，各地土地册、户籍册已收齐，南阳郡最为严重，人丁田土隐悉达半数。南阳多有妄所，况且南阳乃地乡。南阳郡地乡矣，仅皇后便出5位，可他们是如何回报朝廷的？藏丁200余万，藏地1600余万，这是要造反吗？陛下按律当诛，然念其初犯，可流放边境，戴罪立功。为警示他人，当先面上刺字，而后……相国所见不差，就这样办吧。将各州、各郡、各县的户籍如实呈上。明公，西域出大事了，周瑜和孙坚不见了。据回来的使者说，他们3月前在精绝失踪了。要么是逃了，要么是陛下动手了，但都不太可能。莫非是遇到了什么福地？系统曾说过，天下也存在一些福地，让孙策从西凉发兵3000，让奉先去统帅，务必找到他们。若吕布也能在这次意外中死去，现实中便可少一个最大的破绽。明公，孙策和奉先也没了踪迹。据回来将士说，当时他们2人感应到了什么气息，去了一处洞穴，便再未出来。那洞穴被搜寻了数遍，什么都没有。哪天失踪的？与周瑜、孙坚一样，都是7月数日。丁，声望值消耗完毕，本次模拟结束。请宿主在以下奖励中选择2项。奖励已发放。要不要按模拟中的路线走？若送他们去军中，奉先必然要与他们比试，这定会刺激陛下，使之无休止修行，提前进入超凡。可若不按这条路走，灵气珠已给，破线武器已赠，躲又能躲多久？局意不好，是生是死都要面对。从模拟来看，至少还能活5年，而且是活在天子身边。这也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了。按照上次模拟，天子将在出边3年1月突破超凡，
武力值达到100，而如今已是永汉元年10月，满打满算只是剩2年2个月了。想用这点时间将武力提升到100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打斗之技能召唤神兽助阵，仙家弟子李少君、黄石公奉命下山匡扶大汉，这画风，这不会是用三国和封神演硬凑出来的吧？看来继续躺平是要不得了了。系统系走时留下这本功法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朕。这武力值绝对只在破线1阶，不会超过12点。倒是他们手中的武器有些门道。啊！灵石异兽，仙家弟子，好，这是把封神演义包了个三国皮，还是把玄幻修真包了个三国皮？朕现在就闭关，不想了。朕武力破万、破10万、破100万的时候，管他什么世界，锤爆就是了。世事无常啊！若是没有系统，今日在此处被讨伐的，应该就是我董卓老贼了。不想今日我董仲已成老艺术家了，在此汇集诸侯，共同讨贼。主公此次皆不远千里提兵来会，此社稷之福。本相奉天子之命，提虎狼之师南下平叛。今日这酒，一为诸公喜宾，二来也要与诸公掏几句心窝子的话。诸位可知，朝廷为何急召天下兵马会于此处？王使君乃朝伐至2000师大员，孙坚不过一郡太守，竟敢以下克上，诛杀上级。孙坚何以敢擅杀刺史？是因为他手上有刀兵。你们也不希望日后如荆州刺史一般被手下将领以下克上吧？老夫认为，诸位的军权该交还朝廷了，这是肺腑之言。奉先让诸公也看看仙家弟子之论是否空穴来风。奉先，好了。诸公以为兵权是否该交还朝廷？相国所言极是，今天下安定，天下兵马自能归之朝廷。如此最好，主公再饮此盅。失算了，方才酒宴上该由我自己展示武力才对，说不准还能得到不少人认可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模拟机会，恭喜宿主获得367点声望值，当前剩余声望值4720点。10年刚好够拿3次奖励，应该也能看到天子进入更高境界。系统投入3700声望值，开启模拟。丁，声望值投入成功，剩余声望值1020点。第73次模拟开始。举手投足不违背，向前辈，温柔真绝对。你错我不肯对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陛下，如今户籍田土均已登记张良，孟德改革在即，臣想先巡视一番，以免有所差池。相国，区区巡查之事，遣丞相使或秀衣御史前去便可，何须相国亲谋？改革事关重大，臣实在不放心交由他人。既然如此，便依相国了。文友，老夫有些事要办，约莫3月后回来。记住，莫要泄露老夫行踪。明公放心，如省得。朕就知道损失了4个破线强者，你这幕后之人定会来此看看究竟。不过朕没想到幕后之人竟然会是你。相国，你不在凉州巡查，为何在此？这是巡视到精绝来了。陛下，相国，你还没说你为何会在此？陛下，臣只是想来查探奉贤他们失踪之事。那你见到朕只有恐慌而没有惊讶，这很不合逻辑。朕自认隐藏的不错，在你眼中，朕应当还是未曾破线之人才对。除非你早就知晓了朕的实力。相国，你说现在该如何称呼你呢？黄石公、李少君，还是费长廷？还真是你啊！你应该也有系统吧？
居然发现了朕的实力。是，陛下，臣确实有系统，早就知道陛下实力了。这就说得通了。朕当时还以为是蝴蝶效应，黄石公、李少君、费长路，你费尽心机假扮这些神仙发放机缘，你的系统应该是炼假成真或神话编辑一类的吧？这也6、7年了，有系统你怎么才混成这样？朕也觉得这世界颇为无聊，你弄点神神鬼鬼出来也是不错的消息，朕不会阻拦你的。你不是炼假成真之类的系统，那你的系统是什么？回朕。听项1，咬死就说是炼假成真多系统，自行编谎圆过去。选项2，坦白编造其系统。选4。模拟继续。相国，朕并不是很在乎你有什么系统，朕只是不想有事情超脱掌握。6、7年才让你提升到破线的系统，应该无法让朕记得。这波动倒是不简单，没想到这世界还真有宝物。相国，交给你了。是陛下。实力至少提升了0.1，换算下来，一头胡狼便抵得上30颗灵气珠的效果。相国对实力提升似乎很是痴迷，可这6年为什么不提升呢？是你的系统不能帮你，还是有什么限制？算了，不说就不说，走吧，下一层。相国，你这系统实在有点抠索，好歹也是有系统的人，这点灵气也要贪。陛下，外界灵气稀薄，臣实在没办法。可贪婪是要不得的，这里灵气虽浓郁，却残杂了瘴气之毒，会影响感知。你看，那蛇都要盘你脑袋上了，你还没察觉？看看脚下吧，你都快踩到周瑜和孙坚了。遥相公瑾当年雄姿英发，羽扇绫巾，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，不成想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还有那江东猛虎孙坚，这一次你倒是没受万箭穿心而死。相国，走快些，注意脚下，朕不一定会救你第2次。你这么小气，连系统是什么都不舍得告诉朕。停下吧，你儿子的尸骨就在边上。没时间感伤了，走了。实力竟然增长了0.2。相国，你这笑得有些放肆了。看到你这样笑，朕总觉得有些不安。臣拜谢陛下栽培。相国，打过去。陛下，救我！相国都到这般境地了，还不使用系统的力量，再不用可就要死了。你到底真的有系统，还是假的有系统？都这样，难道不爆发一下吗？臣下多谢陛下。招式稀烂，功法稀烂，6年下来毫无提升，哪有这样的系统？除非你并没有系统，可你明明又知道系统。罢了，醒来，继续给朕去打。臣这便去灭了这些傀儡。陛下渡入的灵气已消耗了1成有余，且这种消耗无法恢复。相国，你连自己给出去的兵器都不了解吗？走吧。相国见过这里？臣从未见过。
丁，请宿主做出选择。选项一，站在原地不动；选项二，快速抢夺炫珠。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。选一。相国常要继续去凉州巡查呢，还是跟朕一起回京？全凭陛下做主。国家改革在即，你还是继续巡视吧。至于你那破烂系统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再来找朕聊。是陛下，臣定当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相国，这次可不要再擅离职守了，朕在京中等着你的汇报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这县田令当以钱财收购豪强世家田土，再租聘百姓。丞相此言谬也。自武帝时起，朝中便有限田之法，为何到了今日，朕还要来颁布限田之令？这些世家豪强违法在先，朕为何还要给钱？布告四方，愿将吞并田土尽数归于朝廷者，朕免其兼并之罪。如若不归，那便让北军去跟他们讲道理。陛下不可，这万万不可，此乃始乱。你们以为朕今天是在跟你们商量吗？能办就把事儿给朕办了，办不了，朕就把你们都办了。从今天起，百姓日子不好过，你们就没日子过。朕先给你们定个罪，现在你们和你们的家族都是死罪。事情办好了就免罪，办不好就执行。当然，朕也不是什么暴君，你们回去时一人领10位北军将士，他们能保障你们的安全。若遇到豪强暴力抗法，就地镇压。果然，没了顾忌的天子行事就是简单。一个个暗地里没少骂老夫专权，现在老夫不专权，你们高兴了吧？众卿也无需这副模样。事成之后，朕许你们人人踏上仙途，长生或许难求，但无病无灾活个300-500岁还是不难。今日就这样吧，不明事宜去问丞相。陛下，田土兼并乃我大汉入股之急，臣此次定不负陛下所托，3月之内定将荆州兼并之风尽数扫灭。欲速则不达，朕说6个月就6个月。今日就这样，退朝。天子纵是知道自己无敌了，也没有让灵气复苏，是发现了什么有意防备我，还是另有缘故？选择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不同结果，或许是天子没耐心继续等待了。选4。相国，国事繁忙，今日怎有空来工作？莫非相国想明白了，要告诉朕你的系统是什么了？陛下，臣此次前来是来请旨的。请旨？请什么旨？陛下，今西域之地已归王化，倭国已久未来朝，臣想遣使者往倭国，只是倭国路遥，需兴建大船，臣特来请旨建船。相国既有此心，那便去办吧。只是这等小国蛮于难以教化，多造些大船。相国届时率1000北军亲自去养。记住，渡海之际务必开东下。是，陛下。天子诚不骗我，灭倭果真能保命，造船出海灭国，拖个3-5年毫无问题。这次个模拟活过10年的目标，稳稳当当。这是我们供奉的生祠牌位，为陛下、相国、丞相祈福。客人从何而来？你们那边没有供奉吗？有供奉。文佑、文和，你们来瞧瞧，我的牌位。不想老夫一日竟也能被万民供奉生祠，你们说后人将如何写老夫？有陛下圣德，相国自然长生，怎会有后人书写呢？长生？你尽瞎说些大实话。吃瓜吃瓜，早些歇息，入夜还需赶路。明公，那老丈没事了，不过我们好像被包围了。今日之事不由让人一起商书，可惜孟德不在，不然又是一起作茧致富了。老丈定是将我们当成了逃亡的世家豪强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被包围，速速出来收复！下官不知是恩相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臣民有眼无珠，不是恩相真言，真是该死。老丈莫要如此，是我们过于招摇了。李元，切莫因此事为难老方。
本次模拟结束。丁，由于宿主在本次模拟中生存了10年，可在以下奖励中选择3项。系统，这12是怎么回事？若选了这一项，是否可直接达到22.7的武力？是的，但那12点是黄道加持，若用黄道力量对付天子，极有可能被天子直接吸收。宿主可在模拟中一试，可通过声望值转化为自身武力，每转化1点需1万声望值。哼，12万声望要积攒整整1年，不划算。何谓炼甲成真系统？此问题需1000声望值。支付。宿主办黄石宫、废长楼，恰如炼甲成真系统的运作方法。这么强的系统，陛下居然不在乎，那陛下又该有何等系统？陛下没有系统，这个世界目前只有本系统，并未发现其他系统。1. 流血斩戮的超凡能力，很大一部分是恐吓手段，破入超凡也会老法读取他人记忆，是炼甲成真。2、3，大汉变革需持续推进，百姓必不可因战乱受苦，否则日后流血清算，难免牵连于我。系统选3、4、9，武力值精品灵气灼现武器。小九修行速度怎么突然几天刚快？今晚又快了1/10，总不会是巧合。董卓、吕布、刘关唐5人破线时，我的修行效率翻倍。今晚这次提升，应是又有人破线了。果然，新的破线武者让朕的修行效率提升了。明公，那老丈没事了，不过我们好像被包围了。今日之事不由让人一起商书，可惜孟德不在，不然又是一起作茧致富了。老丈定是将我们当成了逃亡的世家豪强。别的人听着，你们已被包围，速速出来收复！下官不知是恩相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臣民有眼无珠，不是恩相真言，真是该死。老丈莫要如此，是我们过于招摇了。李元，切莫因此事为难老方。初平8年7月，东来港口。侄儿，汉家有3灾3劫3难，你习得武艺后，可去相国董卓帐下听命。师尊在上，弟子明白。敢问师尊道号？哈哈哈哈！双斧巢雀既无痕，罗网得忍甚必人。天降玉冠照我宿，一袭车马自归村。一个个仙家弟子，口号都是来助你兴汉的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姜太公啊？半年闲下来，三国都快给你打成封神了。陛下已月余未上朝，京中流言不少，请恩相劝劝。陛下上幼，有些玩乐之心也是常情。当下承平之事，何必事事麻烦陛下？原来破线武者越多，流息突破的速度就越快。以往陛下突破后都会限制灵气扩散，为何这一次却没有？明公，北地郡有人裹挟官羌人与百姓造反，张绣征兵时遭埋伏，下落不明，宁阳县已失守。这怎么可能？张绣已到破线边缘，武力值至少9.8以上，寻常人根本不是他对手。选4，大不了模拟失败3000多积分而已。我倒要看看这反贼是什么变数。刘备去笋尖处调兵，吕布持虎符调拨1万扶风军，明日一早启程。时间第73次模拟，初平2年5月初5，地点西县城下。末将尉迟敬读，报上名来，向阎王爷报道，记得说杀你的人叫华叔。末将薛仁贵，承让。城楼上红脸大士关羽，操！这世界怕是有人先来一步了。不过我的系统也不是不能拼，大不了去罗马先混一圈。系统果然是个变数，前面的模拟中没有他，听语气也是穿越者，还想去罗马？陛下天生在罗马，我看你像个牛马。让我先看看你的系统是什么。末将秦琼，红脸的，可敢一战？兄弟，我保证不出现在大汉，行不行？大汉的美人疆域都给你，我去罗马，去欧陆，去美洲，大家都有系统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对谁都不好。你先停下，谈谈如何？兄弟，我问你3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答上了我们就聊聊。第一个问题，
你有没有跟天子喜欢同一个美女？这算是吧。你还真跟天子喜欢一个女人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掌握着天下兵马？是不是皇帝一道命令，你就会把兵权乖乖还给皇帝？陛下若要权，我自然会给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兄弟，我叫王远。董卓，兄弟哪年穿越的？我是2026年过来的，你不会是变身穿吧？我是200，算了，就是200年后穿越的。后生，你系统是什么？我的系统是炼假成真，相信的人多就能把假的变成真的。我的系统很简单，只能卖粮草马匹装备，还能分辨画的真假。后生，你不实诚，你手下武将怎么这么强？莫非也欺我剑不利？相国息怒，武将每月系统都给，我自身的实力会加持成手下最强武将的实力。那也不对，你手下破线武将有16人之多，你自身还比他们强。新手礼包有5个大将，还有2颗丹药，这才让我比他们强的。明白了。不过你为何袭击张绣？你有功法吗？纯属意外。当时有羌人跑到尉迟恭村里哭诉，张绣带人追来，双方火拼，张绣被尉迟恭失手杀了。陛下，臣董卓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安，大汉永昌。女嫔，说好的穿越女嫔世界吗？王远，好在我下手够快够狠，但凡让他用出这些卡片，这次模拟凶多吉少。被打晕的武将全部消失，只剩卡片，士兵也消失了大半。军中军心不稳，有士兵说这是仙家撒豆成兵之术，众将正在与仙家作对。告诉他们，这些逆贼是邪魔歪道，我们是在除魔。那3000裹挟百姓全部放了。此人曾在王远帐中盗了一件宝物，非要亲自献给斩杀贼首之人。哼，老夫还以为这是什么，原来又是一张废物。100多次模拟，天子只杀了我2次，这次竟被一个系统新人阴死。王远死后卡片无法使用，这是宿主自己从卡片状态推断的，并非所有卡片都失效。那张刺杀的卡片是被王远提前激活，附着在死士身上的。那为何之前的模拟中没有这个系统？模拟基于当前世界已有情况推演，系统属于变数。它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，我无法推测它的行动，只有当它出现，我才能推测后续轨迹。有没有办法剥离其他人的系统？不断破坏系统宿主的成长，到一定程度后，系统便会脱离宿主。脱离后的系统会就近选择最强者，只要安排得当，每个系统都可被掠夺到指定目标身上。不会选到陛下身上去吧？放心，若是能选陛下，我怎么会选你呢？丁，恭喜宿主获得死士卡。看来王远正是用这张卡将死士埋伏在了我身边。第73次模拟正式结束。半月前，某亲赴长沙、武陵、灵陵、溃南4郡探查，发现孙坚以筹集军资为由诛杀豪强，分田于民后，百姓面貌焕然一新。春耕前便已完成改革。在下认为，如今破县武者已20余人，天下刀兵尽收，当行雷霆手段，一举扫灭。孟德所言有理，但大汉不是荆州4郡，一刀切完13州总不能你我事事亲宗。改革一事，容我再思量几日。怎么回事？每次与王远接触后，他都迅速消失了。他的系统有查探面板功能，能看到你的名字、官职和大致实力。你顶着董卓的名字，他自然要跑。我有卡片系统在手，还额外强化了一次身体，单手能举500斤。新手礼包给了5张极品卡、死士卡、替死卡、真话卡、无敌卡、李元霸体验卡。但系统抽卡需要黄金，而大汉底层几乎不通黄金。初平元年，可惜了貂蝉，何不让我早来些时日呢？我堂堂穿越者，竟也要和刘备一般秩序犯血。刘备怎么会和董卓混在一起？这几人怎么全是破剑一阶的实力？系统，
这是正经三国吗？宿主放心，包是的。董卓既知道我身怀系统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时。我和你一样，也身怀系统。你为何找我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这世界除了你我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强的存在，陛下，强到令人绝望。若不能做到这几点，我们都活不下去。4条规则：不能让陛下知晓自己的强大，不能出现大动乱，要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，尽量不要让天子出宫。我用炼甲假成真系统营造了外界有仙神的假象，才勉强稳住局势。陛下是否真的强大到令人绝望？你是否会在告知方法后放我走？周围是否有埋伏？是，会，没有。真话卡没有反应。好，我信你。你问吧。如何在不引起大动乱的前提下实现变革？杀豪强，分田地，降赋税，兴水路，办学校，改良造纸印刷，开科举，收缴藏书，再自办报纸，掌控话语权。这些穿越者本事大归大，可疑心也太大，下手真果断。这是第8次针对王远的模拟，8次模拟可以确定他的系统货币是黄金，这一点足以遏制其发展。他提供的超级美女名单可以用来笑天子。正常轨迹下，200年后的大汉状况也问清楚了。我董卓当如此，当如此。系统，陛下当前武力值是多少？50.32。大汉的天难道就只能是他刘仪的吗？我董仲玉未必就没有机会。尹马元，胆小之辈，何以成器？我需要黄金。可以，不过我们的同盟必须有保障。我的提升太慢了，你得到宝物后必须先让我用，否则我只能选择忠于陛下了。相国放心，我将效士卒以洛水为誓，如违此事，天地共弃。相国，35000两黄金，这是北地郡库存加上老夫几10年的积蓄，还有部分国库藏金，实际不到11000两。大汉的1斤相当于后世1斤6两，16两乘以10两成差距悬殊。相国，这忠臣也不难做，要不咱们还是当忠臣吧。这概率太低了，想要融合到50武力值，那是天文数字。黄金有的是，让你系统再升级一次，一定可以的。成本太高，获限卡获取太难，我们可以换成领地抽卡的方案，根据占领地盘每月获得抽奖次数，但必须打出我自己的旗号，而非依附于大汉。不行，我不能放你独自成长，否则我更危险。面对天子，我尚有一线生机，但你若成长起来，我绝无活路。你若敢跑，我立刻上禀天子，将你的一切告知。相国，我以指洛水为誓，何故如此不信在下？莫说洛水，你就是指这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我也不信。姨父，孙坚处抽接的所有黄金，一共5万两，全部带到。运气不错，抽出了一张19级破线卡和一张16级破线卡。这张给我，你用16级的。凭什么？卡是我抽的，你处处威胁我，我的实力不能比你更低。不行，黄金是我出的，且我孙女是陛下册封的皇后，是我尚有一线生机。你呢，穿越者对陛下如此了解，又有如此强大的系统，我相信陛下会对你格外上心的。老夫的武力值居然能瞬间从16.7提升至19点。修行速度从每天增加0.7暴涨到0.15，意味着新增了至少70-80个破线强者，或者倭岛疆域带来了大量加成。不对劲，要么倭岛有问题，要么相公有问题。陛下饶命，孙坚实在不是有意欺瞒陛下，相国确曾找下官调了5万两黄金。黄金，系统升级要钱，还是说他遇到了另一个系统拥有者？北地郡之行才是关键。你们谁曾同相国一道去北地郡？相国可有异样？相国回江夏时，与一个少年士卒走得很近。又来了一个穿越者，
拿了这么多黄金，还要去窝岛挖金，这系统似乎也不是很强。震破超凡大约还需88天，突破后再去看看那老乡到底是什么系统。看来刚突破时那波潮汐带了一些特殊的东西。陛下，您要去找祖父了吗？放心，朕不会对他造成生命威胁。你在这照料小马驹和这小东西。3个多月的收获才10万两不到的黄金，浅层矿地能有这么多也算不错，等挖到主矿就好了。相国放心，天子不是才破线5阶吗？几个月还能超凡不成？嘘，等我们突破超凡之后，陛下该如何处置？废话，当然是杀了。难道等他翻盘不成？老夫就这么一个孙女。你可是董卓，正是比演义还狠的人，别妇人之仁，别忘了项羽和高祖之事。那日后我们2人又当如何？相国，要不咱们投了吧？你有董白撑腰，我好歹也是老乡，我们一起匡扶汉室，走向星辰大海，何必在这小破球上争个你死我活？有系统就是不错，这都被你看到了。朕怎么记得那句话是“老乡见老乡，背后来一枪”？老乡，你说你怎么就不是女频男主呢？谈个恋爱，做做生意，给大汉带点科技不香吗？非要搞抽卡系统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都劝上董卓了。你瞅瞅这胖子面相，他像妇人之仁的人吗？给个痛快吧。不过走之前能不能问问，你的卦到底是啥？3个月从破线5阶干到超凡，也太离谱了。这我怎么会说？把这些卡片收起来吧，要是真有2传，也算启动资金。对了，这董卓给我的感觉不太对劲。我本来打算去罗马发展的，是他非要我在大汉造反，下手快点，我改下趟车。放心去吧，要是没赶上，等朕无敌了，去时间河里捞你一波。陛下，都是那贼人蛊惑臣下的，臣对陛下绝无二心。诬陷？难道他会拿命污蔑你？做了的事就要认。不过朕好奇的是，你是如何找到他的？是系统帮臣找到的他，臣当时是想要去除掉他的，只是他有一张强大的卡牌，臣不是对手，臣当时是受了蛊惑。相国怎么这么古怪？一句话里有真有假的，你到底忠不忠心？陛下明鉴，臣绝对忠心陛下。真的是王源蛊惑的你？是这贼人蛊惑的臣下。那你脑子多少有点问题了。造反的是你，忠心的也是你。陛下，臣……算了，董白求朕白赏别杀你，朕应下了。跟朕说说你的系统功能吧。臣下的系统就跟陛下猜测的一般，系统功能千万，朕哪里全部猜得出？放心，你不是穿越者，朕也过了新手期。说吧。臣的系统是炼甲成真系统，可以伪造仙元。这就对了，哪怕编个假的骗朕，也比顾左右而言他强。相国现在可有系统？现在是公元多少年公历几月几号几点几分？朕不信你的系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。说。陛下，系统说不知晓。那既然是炼甲成真，你现在给朕兑换1颗灵石，就是你上次献的那种，总有吧？陛下，臣声望值不够，无法兑换。无法兑换？朕看你现在根本就是没有系统。这一手玩得不错，用假系统藏真系统。朕要是没猜错，大概率是模拟类的了。这表情，想来在以往的模拟中，朕没少识破你吧？说说，以往朕是如何处置你的？昏迷、沉睡。不愧是朕。可惜你这磨磨契契明显不是传统模拟器。要是传统模拟器，朕一定让你在这次模拟中长生不老，把你这模拟器彻底废了。陛下，臣多次模拟悟出了2个准则，模拟器中你说的话一句也不能信，你给的东西一点也不能要。什么话？好好的模拟器都被你玩成规则怪谈了，真没意思。睡吧。有了黄金，下次利用王远的系统，未必不能超过天子。丞相考虑周全，朕也觉得此法定能使大汉中兴。具体如何实行，丞相可与相国多多商议。孟德当真是治世能臣，
不是董卓那莽夫能比的。前天夜闯马家，将军廖教传，昨天县城正在搜查窃贼，今天郡兵就到了自己村子。本将军这次是前来征兵王远。带我走，往北方走。李元拉虽强，但存在时间不到1刻钟。穿越者，系统拥有者，你好啊！难怪天子在模拟中总不着急动手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知道这些？老夫乃大汉相国董卓，因为我也有系统。我需要你的配合。大汉境内破线武者越多，天子修行越快。这么说，大汉的破线武者越多，刘协修行越快，你越强，他越强。皇位上坐的那玩意儿和帝皇有什么区别？大汉得幸啊！相国，这忠臣等当啊！这半年来还物色了不少美人陪子，到时候把你送给陛下，相信陛下对同乡一定会照顾有加吧。我的系统验币是用黄金抽取奖励，想要超凡，整个地球的黄金也不知够不够用。还有领地抽奖，但必须打出造反的旗号。黄金老夫能弄来不少，不过造反嘛，大汉之外可行。相国，其实不如我们两人一起隐瞒天子如何？隐瞒？你跟我说话，我都能通过表情判断真假。你以为能瞒过他？放心，天子想超凡，最少还需4、5年。老夫给你10万两黄金，你获得的所有卡片需先经老夫过目，实力提升优先给老夫。超越天子后，大汉归我，大汉之外归你。没问题。相国，王远，相国还真是谨慎呢。你的事情我已告知李儒，我若死了，陛下立刻就能知道。劝你继续合作。就算李儒知道了我的事，得到你的死讯也得10几天。有了这些卡片，10几天我都打下西域了。可笑的土著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夫也有一事想对你说。你听说过模拟器吗？模拟器？这他娘的什么鬼世界？董卓拿上模拟器了！相国，咱们能再聊聊？相国，你坚持住，我给你找解药。相国，我其实对你很崇拜的，从一个6郡良家子走到相国之位，简直是我辈楷模。别慌，老夫已模拟9个月，仍未追上陛下的步伐。相国，出去给我个痛快吧，我赶下趟车，这世界没法混了。没有董卓，或许更好。老夫就不信了。6月20日，董卓再次模拟，他用40万两黄金让王远抽到一张23破线，武力值提升到23点。8月初，王远失踪。初平2年4月，天地灵气复苏，刘喜已超。相国，穿越者的事朕不追究，但40万两黄金的来历你得交代。陛下，可否让臣过了今夜再做解释？看来今夜对你很重要。王跟朕说你很不对劲，你很渴望变强，但又会在变强后突然收敛，你的系统不对劲。是不是过了1年你能有特殊奖励？是，满1年能多一条奖励选项。1次奖励而已，带走吧。这是朕找王远弄来的，没有朕的力量。对了，你手下仙家弟子的实力记得提升，否则朕会起疑的。丁，本次模拟结束。选择23点武力值和40万两黄金。第77次模拟，董卓投入80万两黄金。6月22日，董卓分批次投入100万两黄金，王远抽到一张27级破线卡，随即再次亮起金光。相国，你不能再抢了，再抢我就将永远受限于你。跟穿越者合作，简直就是与虎谋血。还是刘协这个穿越者仁义啊！哪怕在模拟中知道我有系统，大多时候都不在乎，甚至还会贴心的让我多选一项奖励。小子别跑！我知道你有真话卡、无敌卡、替死卡、李元霸体验卡、死士卡。系统升级需要黄金，我们现在是在模拟之中。你是说模拟器？没错。你的实力不会是前面合作中我帮你提上去的吧？要是这样，你可太忘恩负义了。忘恩负义的是你！贪财贪权好色薄情寡义多疑成性嗜杀无度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老夫真不敢想，天底下怎会有你这种人？
不对，你董卓这些事就没干过吗？杀人为乐，火烧洛阳，盗掘皇陵，无视天子，夜宿龙床，觊觎后宫，你有什么脸说我？你放屁！我乃大汉相国，岂会休说废话？你合作还是不合作？你有敌人，我才有价值。不跟你合作，现实中我还能活；跟你合作，我必死无疑。来吧，杀了我，结束模拟。你就不怕这不是模拟？哈哈哈！相国莫要逗我，我死了还能再穿一次，又不是没死过。来吧！董卓匹夫，陛下如此仁厚，安该有二心也？今日我董仲贤便斩了你这贼子，向陛下谢罪。相国，你这有病还得治。不对，你有模拟器，你怕什么？陛下，我怎么感觉你是真没招了呢？我操，这 BOSS 的硬生生把董卓逼成了精神分裂。你已死亡，本次模拟结束。请宿主在以下奖励中选择一项。此剑有何效果？系统，你到底是帮陛下还是帮我？本系统当然是帮宿主的，目前还没找到对抗陛下的办法。既然王远出现了，就还会有新的穿越者，届时宿主一定能超过陛下。是老夫太急了，这几日间一件正事未处理，扶风军早已集结，不能再等了，否则陛下便要生疑。时间：初平元年6月23日卯时，地点北地郡。董卓集结扶方军及张继、贾诩、李儒、刘备4人，兵分5路，短5天便横扫整个北地郡生乱的羌人部落。他将羌人整编组成大军，派往荆州战场。益阳县贼曹玄、李阳带人来到南山坳调查马府失窃案。王远入村比对祖鞋，要去比对。这年的祖鞋都是手工编织，每个手艺人都有自己的印记，一比对就能锁定。不行，我得现在就走。现在最多算个普通讨债，不会引起高层注意。可要是暴露实力，接下迫陷武者在此，必定引来更大麻烦。7月初时黄昏，没有野外生存能力的王远饿昏在官道旁。醒了，他醒了！兄弟们，你们是2刻钟前已经自动出发，地牌全无，就剩一张真话卡了。在下荆州武林人士，字辽拓。3年前西行西域求取功名，闻大汉有变，便归国效力。辽拓，不知你对当今大汉可有见解？丞相，学生久未在大汉，朝中局势亦一无所知，如何能谈见解？就然为你胄能力。在下不才，却有西域学来的手艺，货字印刷术和改良造纸的技术。丞相想要的，无非就是百姓有田有房，世家没有兵权，就是一群废物。只要让书变得廉价，让话语权掌握在朝廷手中，再以绝对武力镇压反抗，这便是一件小事。听君一席话啊，胜听一席话。操听之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。只是蔡侯改进造纸术后的产量低下，辽拓真有改进之法。当然，但也需实验一二。原也只是在书中见过，未曾亲手试过。元让回京。穿越者不过如此罢了。日前曹曾言，公共好望雨，实属一叶障目，不识大才。改良造纸术、货字印刷、发现报纸、公审豪强、填土国有承包，这些方案是人能想出来的？天下竟真有如此奇才，你去将其请来吧。这老乡是傻还是不傻？他行事如此高调，莫非他的系统和生灵有关？万一有什么特殊底牌，不如先留着他改革。况且董卓也有系统，不如让2个系统拥有者先斗一斗。哎，速遣人追上丞相，便说朕今日倦了，不必传唤大才前来。变革一事已全权交予他，让他自行斟酌，或与相国多多商议。所有异常都围绕着董卓。破线强者第一次出现是一员猛将和刘关八，4人都在董卓帐下。曹丞相带回一个奇人，似有大才，这是他提出的方案，相国可以看看。陛下，丞相变革之法确实是兴国强国之策，但这变革之法只有罚没有赏，是否偏激了？臣愿为此次变革献灵丹3000万，用于奖赏有功之人。相国既有此心，朕此能不应。陛下，非是臣藏私，臣也是前些日子才得师兄黄石公所赠。
不知相国可有他求？臣只求陛下恕臣先前失察之罪。相国真乃汉室忠良也。真是人中龙凤，当世豪杰呀！董卓的系统可能是炼甲成真或事件规划类，可惜我底牌还在，趁大招会召出李元马镇压全场。兴文耀，收田土，公审判。御设无产算阴修，御设明究，定上为将在。设御设3000颗灵丹为奖励，无知可延寿100年乃至数百年。陛下，臣有奏表，臣有奏表啊！陛下，臣阴修方才妄发狂言，竟听丞相奏策，主无陛下之圣德高远，臣愿率先退还于治之田，亲赴南阳推行新政。前去后宫，好生不要脸！若殷家族人有罪，你当如何处置？陛下，一民族中凡有罪之人，臣下定当亲自将其交由廷尉司，亲恕其罪，只求刑从重，绝不徇私枉法。这是个狠人，为了长生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臣认为可以让殷修戴罪立功。准奏。获得殷修、郭嘉、赵云等人才认可，获得声望值13万点，每日获取声望值达到11635点，获得天赋武道通神，仁德算无稀漏，藏卓保命。声望值突破10万，系统商城新增了3样物品：血丹、随机功法、2阶运灵丹等。兑换20颗血丹和1颗2阶运灵丹，有青木长春宫第1层，还剩1万多声望值。随机功法，信心坚定如我，岂会被区区系统蛊惑？同样的武力值，对上先前的我，最多3个回合就能分出胜负。这还只是黄阶功法。系统，陛下的功法是什么等级？5等级，声望值已扣除100。武力值提升3点，达到27.7。再去深珠空间几次，再提升1点便吞服运灵丹，届时便能达到破线3阶。投得365望值，开启模拟。我要探查天子位子为何能在1个月内突破超凡，是否又有新的穿越者出现？张继在和府军战死，张修重伤，生死木能，吕布已赶去支援。把这个事情通报给曹丞相，调派京中所有破线强者前往调查。这才2个月就沉不住气了，有意思。不知道王远能不能对付这新穿越者，我也得去看看。吕布仗着一身武艺要先来报仇，结果也折在了这里。到底是何等强大的存在？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处理的了，还是上禀相国吧。姚拓所言不错，奉先将都身死此地，我们贸然前往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奉先的一身装备都在，若一心想逃，不该死在这里。到底还是不该让他来呀。陛下，臣下微末实力，实在难以对付这新的穿越者，还请陛下出手。相国，你能猜到朕来了，朕不觉得意外，但你能说出新的穿越者，这实在让朕有些不解。我的系统是模拟器，此次是在模拟中。王远的系统是卡牌召唤系统，底牌已被我用计耗尽。我这次是探查新穿越者的底细。我也是你 PY 交易的一环，我是小丑呗。我说山里怎么那么离谱，12天就抓到一只兔子，差点活活饿死。你们 ATM 是真会玩啊！三国大舞台没系统别来是吧？那看来你确实是没招了。加油模拟，人总要有些梦想。老乡，要不要一起去瞅瞅新的倒霉蛋？去，我也去瞅瞅这个2个月就暴露自己的蔡坤。董胖子，第一次模拟我多久暴露的？将近1年，你还挺精。察觉到历史不对就苟了起来，发现你也是因为张绣误入了你的地盘，这次又是张绣，他还挺倒霉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好家伙，破线武者有上千，修为最高的也就破线1阶中期，是个刨冰的玩意儿。相国，去给朕探探路。老夫乃大汉相国董卓，尔等杀戮朝中将士，可是要谋反？造反！我们只是护卫自己的土地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我的庄园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天子不能进。既然来了，便留在我这庄园里卧肥吧。荒谬之论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何处有天子不可入之地？哼，高等文明的思想你是无法理解的。护卫庄园，上，杀了他！
我的庄园我做主，你们这些佃户农夫还不快快给本小姐献上你们的民脂民膏？为什么？我只是想当个地主而已。上辈子我太爷家财万贯被打了地主，我都穿越了，你们又开始打地主。既然都来找死，那本小姐就反了。本小姐要当天下最大的地主，要你们世世代代给我为奴为婢。之前的穿越者虽自私，却还盼着世界更好，你给老夫的感觉却完全不同。你还知道穿越者？那你也穿越者了？我叫欧琳，有大地主系统。你是什么系统？只要你让我当皇后，我的系统就能控制整个国家，我们可以双赢的。经验来讲，穿越者报底牌时，多半是要被刺了。来得好！本小姐就知道你们这些男频最看不起女频，一上来就问系统功能，你真当本小姐是傻白甜啊？没想到都穿越了，还能遇到你这种封建余孽呢。你又是谁？地主系统，又是民脂民膏，又是敲骨吸髓的，日常还多有鞭打刑罚。看来你这系统也不太正经啊。本小姐大发慈悲，给他们地重，给他们为我效死的机会，他们的命就是本小姐，用不着你们来做管闲事。好了，朕不想跟你辩解太多，闭嘴吧。这些人是你系统提供的吗？还是转化的？系统不是说新华夏没有奴隶吗？哼，这疯批集美到底是什么人惯出来的？转化的代价是什么？钱、粮、土地。难道是欺压和剥削？看来是了，这系统可真不当畜生。这些人转化之后其实就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些人应该不能死吧？明白了，相国，你记一下，他是大地主系统，系统对佃户农夫的压榨获取积分，刚穿越就有300左右破线武者。这些人死了之后，还会为他提供实力。朕的想法是，你回去之后，先一一清理掉被他转化的人，最后再解决他。记住，回去后尽快动手，他这个剥削转化速度很快，好好处理一番吧。不得不说，在模拟中让天子来试探这些穿越者，真的很高效。只能说天子派工具人真好用。陛下，臣下有手段能将这系统剥离出来。若是系统剥离之后，这人还要不要留？真要说起来，他的行为并无不对，朕还是这天下最大的地主，但他的思想不对，内核就是坏的。他的系统就更不当人，竟然以压榨与剥削为积分来源，留着或许是有些用。不过这世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来这么多穿越者，以后还会有新人到来，能毁灭就一动毁灭吧，莫要留下不必要的麻烦。相国，你真有剥离系统的手段？当然了，你要不要试试老夫的手段？不用，相国，先前在那说的话，其实是在下有些冲动了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呐。哦，不敢下一趟车了？相国说笑了，这要是系统没了，也是换个世界受苦嘛。大汉虽然幕后黑手多了点，可在这大汉有丞相和相国您照顾着，也不至于受苦嘛。老夫自从得到模拟器之后，陛下杀了老夫3次，其他时候最多也就是睡一觉，而你杀老夫没有10次也有8次。至于背叛老夫的事情，那简直跟家常便饭一样。你不得给我点好处？相国，我哪有什么好处给您？我这底牌也都被您逼着用完了。这老夫先前模拟的时候也积攒了些许黄金，你看这。行，朕就知道你董卓肯定不老实，想一人出黄金，一人抽卡。以往模拟中没少干吧？臣下不敢了。那你可以结束模拟了。本来还想让你玩久一点，怎么就手脚不老实呢？陛下，臣有事。下次说话快点，说吧，还有什么事？陛下，臣知晓一处宝地，每年7月初1在精绝国开启，里面有一枚圣珠。把这里处理一下，黄金送国库。 6月20日，董卓与刘协前往精绝，圣珠出现时，刘协打量良久未取，董卓手握重于剑，心如止水。最终刘协取走圣珠。次日模拟结束，时间初平元年9月初2辰时，地点洛阳相府。模拟结束，系统弹出7个奖励选项，选择模拟中的记忆和秀衣武库所有功法。明公，焦连郡太守士燮率胶州一众太守县令在府外相候。焦阴郡守士燮，胶州州牧朱福呢？他没过来。昨夜光龙珠打断了朱福双腿，将其扭送廷尉寺，说是朱福在胶州侵略百姓。他朱军是今天才知晓变革的吗？现在知道打断自己儿子腿了，这让其他官员怎么安心办事？文攸，去让丞相尽快补公文上禀陛下。投入1825点声望值，开启模拟。模拟开始。
陛下，臣昨日得知消息，胶州太守朱福被其父朱进送去了廷尉。当下胶州之地变革无人统筹，臣下想请旨前往胶州巡视，顺便同谕胶州变革一事。这事情，宫闱这次确实有些操之过急，那便相国前去统筹吧。是，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小姐，该洗漱了。叫什么叫？来人，拉下去，掌嘴40。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太爷，您孙女儿现在也有了千顷良田，可比您当年威风多了。丁，宿主对丫鬟进行压榨，积分加1，宿主当前积分4000顷240。丁7号昌邑死亡，108号、122号昌邑死亡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传闻中的仙家弟子？先查探一番再说。来人，速去查探11号区域发生了什么？住手！你为何无故杀死我的家丁？咦，不跑？你这穿越者倒是头一次见。你也是穿越者，我们能谈谈吗？若这就是你的底牌，那你可没有跟本相谈判的资格。哥哥，我的系统很强大的，我可以帮你，人家也很厉害的哦。哦，那你凭什么敢跟我玩手段？难道老夫在后世的记载就如此好色吗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别费力气了，手筋脚筋已被挑断，经脉也被封印。放心，老夫不好色。地牢外有500多个受过你欺凌的人，这里的刑具是你自己准备的，咱们慢慢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问你几个问题，老实回答，少受些罪。系统叫什么？大地主系统。积分如何获得？压榨订户、丫鬟、护工。功法是什么？百元镜，以他人怨气为食粮。功法内容一字不休了说出来。我说了，都说了，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，别打了，功法没骗你。他可是天子亲自判了死刑的，身为大汉忠臣，老夫自当执行。病了吗？不能让他死在这里，若是死了，不知又要飞到何处去。这么大的动静，这3年算是白等了。准备恭迎陛下吧。相国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王远，陛下呢？下官王远见过相国，陛下无处不在，或许已经到了。您这3年都在此剥离系统，相国手段，下官佩服。方才若有冒犯，还望相国见谅。剥夺系统吗？相国还真是好手段。陈董卓叩见陛下，臣有负圣恩，私自离朝3年，请陛下降罪。无妨，朕这3年修行速度确有异动，当时便怀疑又是系统作算。相国此举可是为了将这系统剥离出来。陛下，看来这系统不选咱俩。有趣，那便看看他最终会择谁为主处罚。相国，你在期待什么？你不是已经有系统了？况且以相国如今的修为，大汉随便一个羽林郎都比你强上不少。你不会真以为那系统会选择你吧？陛下，臣下确实有些失望。臣下的系统是模拟器，如今正在模拟之中。陛下若要动手，那就动手吧。既然是模拟，那就随朕去看看如今的大汉吧。
以后变革的时候也好有个参照。臣下明白。相国，下官便先行告退了。等等，辽托，老夫当下实力微弱，你手上可有好点的破线卡？相国，您还是好好修行吧。我那系统1个月也抽不了几次，现在才2级，哪有什么好的破线卡？相国再会，走了。跟随，举手投足不违背，真谦卑，温柔真绝对。你错我不肯对，你懵懂我峨眉，情话怎敢信仰断指背？苦我不曾为，胶州蛮荒烟瘴之地，百姓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竟繁华至此。文幽，这短短3年时间，就算大汉没了豪强世家，家家有地，可产出终究有限，如何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？相国失踪2个月后，陛下突然拿出一种神物，一张小小的卡片之中，便有数10万担粮草。所有人都投入到水库、池道、水渠、学堂的修建中去，所有劳动都计入公分，公分可在朝廷兑换粮食。这3年中，朝廷投入的粮草不可数数，才有了今日这番景象。这就说得通了，难怪王远能在短短3年就迈入超凡，原来他的系统是被这样用了。法子是好法子，可这让我如何学呢？王远那小子显然不是那么配合的人，陛下都说了他喜欢跑，要想让他主动把系统交出来用难。况且就算没有王远的系统，我若每次模拟都选粮草，半个月就能塞满整个洛阳。可炼甲成真系统终究变不出真正的粮食来。陛下这几年做的事就叫一个粗暴，粗暴到了极致。他完全不需要考虑后勤，又有着绝对武力压制一切。可我董卓终究学不来。初平6年9月初3，本次模拟结束。因本次模拟中宿主存活超过1年，可在以下奖励中挑选2项，包含百院经，包宿主在模拟中推引出的功法。选项2，模拟中的修为 28.4。选项3，黄道退凡丹，服用后即可突破至超凡，且有极大概率激发出特殊体质。选项4，疾患珠，额外拥有立方米不可存储活物。系统，这黄道退凡丹有没有什么副作用？服下后会不会被陛下感应到？会被感应到。宿主只要服下，今生今世恐再难有一丝反抗陛下的心思。本系统知道宿主是忠于陛下，宿主要选择吗？抹去黄道气息要多少声望值？1000万声望值可抹去丹药的黄道气息。只恨财力不够。这疾患珠上可有陛下留下的手段？没有，干干净净。唯一的小缺点是考验颇有些难度。选1和4。这次总算没有白费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疾患珠，已自动认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获得更高级的功法百院经，是否自动转化真气？转化为百院经的真气后，对老夫有什么影响？丁，百院经虽仅存前3层，但功法本身真实无伪。转修后，寿元与防御力相较于青木长春宫有所不及，但真气攻击将附带神魂伤害，极利于修行。至于特殊气息，并不会出现，宿主大可放心。丁，100声望值已扣除。转化之后，能否再转回其他功法的真气？可以，但每次转化需缴纳一定声望值。破线境每层100，超凡境1层1000，通神境1层10000。那就转换吧。变革在即，天下对老夫心怀怨恨者想必不少。出去！出去！吓死老夫了！咦？系统，这是什么？你不会把陛下带出来了吧？丁，请宿主放心，只是一个普通信件而已。信？相国，能看到这封信，想来是系统帮你把疾患珠认主了。
这会儿是不是很怕？是不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收到朕的礼遇？根据朕推算，你的系统应该是在入京时就有的吧？整整1年有余，朕都发现异常，还在外面套了一层炼甲成真的壳，生生把朕忽悠过去了。朕在你这1年的时间内，每次留有后手的东西，想来都被你那系统给看出来了。唉，朕这次不留后手，这宝物你一定会选的。有这宝物在手，绝对能让你再快速到达破线巅峰。此时现实中的朕应该还在破线6层左右吧？这可是你超越朕的最好时机了。不过朕在关卡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，你只需不断添加人数进去，让他们崩开前面的关卡。想来你也知道，大汉强者越多，朕突破者越快吧？来吧，做出你的选择吧，相国，朕等你的好消息哦。不对，陛下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一封信？按照天子的说法，岂不是我越强他越强，我越强我越弱？算了，明日模拟中试试便知晓了。正好明日也再探一探胶州。系统开启模拟，先投1000点声望值。叮，模拟开始。有如此系统，本小姐就该打上京去当女帝，集3000男宠于一宫，才是朕的宏图大业。到时候朕的朝堂之上都要是女子，这天下就是女尊世界。喂，你这穿越者，好大的狗胆！检测到危险目标，董卓，当前武力值不明，建议立即撤离。下辈子记住，见到老夫要叫相国。丁，恭喜宿主第一次诛杀携带系统的穿越者，获得礼包1个，获得声望值10万。还有这好事？杀穿越者还有奖励？当然，清理女皮不稳定因素，自然有奖励。宿主是否开启礼包？开启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定位卡1张，恭喜宿主获得系统剥夺卡1张。系统定位卡可获取一次当前世界所有系统位置信息，系统剥夺卡可直接剥夺封印对方系统。被封印的系统无法带入模拟世界，那在模拟世界中，这2张卡片也能用吗？本系统提供的消耗品无法在模拟世界使用，别想卡 bug 了。虽然不能卡 bug， 但这2张卡作用不小。系统剥夺卡在手，拆别人系统就不只是威胁了。系统开启模拟，投入10年。模拟开始，本次模拟时间10点，请宿主选择奖励。选实力、灵气珠以及没有使用退凡丹之前的记忆。唉，这次模拟中一切都正常，疾患珠没有暴露。前面5年一切正常，却从不过问变革之事，直到第6年。第6年，天子主动寻我问话，一切都暴露了。而后来的事也跟以前一样，又是吃退凡丹让我变得绝对忠诚。而天子寻我问话的原因，居然只是嫌我提升的太慢了，想拉我一把。他给我的那些丹药里面多少都掺了料，让老夫捋一捋。疾患珠想突破第31层，至少需要8600人通关前10关，才能将守关人偶的战力降低至正常水准。老夫现在有8000多颗，加上天子突破超凡时，可以在模拟中再补充1次灵气。那次补充只要不被发现，在宫外大概能补充1万缕左右。可天子突破后会收拢天地灵气，后续能补充的灵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随着破线强者增加，老夫在疾患珠中获得奖励确实会增加一点，但天子变强的速度会更快。疾患珠就是一个明晃晃的阳谋，不管在模拟还是现实中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让老夫想变强，就得先让天子渐强。这个极限大约就是破线4阶，通关第40关后，灵气根本不够用来培养破线强者去冲击第41关。系统，老夫若在商城兑换灵气珠，再注入疾患珠中，模拟的时候，这些灵气还会存在吗？丁，不能。商城的消耗品无法带入模拟世界，任何形式都不行。不过，宿主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让人通关疾患珠，通关次数是可以在模拟中保存的。那算了，要不将所有宝物上交，直接找陛下坦白，或者在现实中对陛下说，这只是一场模拟。不妥，若是直接坦白，陛下纵使仁德，模拟期太过不可控，我必将面临大危机。可日后实力提升不对劲时，终究会被察觉。
模拟器的事，绝不能让陛下在现实中知晓一丝一毫。眼下最好的路，就是多找几个穿越者，借他们来掩盖老夫的异常。怪事，修行速度怎么还降低了？昨日修行1天下来，差不多是0.2的增幅，180年后就能突破100点。今日却只提升了0.11，这相当于少了30个破线武者。大汉如今也不过50-60个破线武者，且大多在京中，怎么可能一下子折损这么多？莫非有人造反？罢了，不过慢些罢了。就算真有穿越者造反，相国和王源也顶得住。若他人挡不住，朕也能借此探一探虚实。相国，可有要事吩咐末将？没成啊，你暂且留在荆州。末将遵命。老夫日后有大事要你去做。2个穿越者都是这小子发现的，留在荆州，日后派他去大汉各地转转，说不定又能撞见一个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一次模拟机会。丁，系统投入365点声望值。丁，声望值已投入，模拟开始。锦城，老夫想遣你去青州视察变革之事，你可愿往？末将愿往。好，要多多探查，切莫有遗漏。是，末将告辞。明公，这是丞相那边昨日整理来的公文，里面可有什么不对之处？未曾发现，都是寻常进展。相国，不好了！张绣将军被人下了巫蛊，生命垂危，还请相国施救！没想到啊，张绣这小子还真有说法。带路。张绣见过相国，末将无能，受了贱人巫术。你是锦城？跟老夫说说缘由。这才10日不到，你是如何变成这般模样的？相国，末将奉您密令前往青州，10月初8行至兖州东平国地界，遇见一桩怪事，有仙人以符水救人。末将初时以为又是黄金救世，便留心查探，可暗中观察2日后，末将发现这妖人虽是救人，然被救之人却老了几倍，病越重，老得越多。寻常人看不出来，末将是破线武者，怎会看不出蹊跷？末将当即怒从心起，也未求援，便直接动手了。那妖人修为化作漫天墨枪影，如狂风暴刃翻枪，迅毛奋力战人，但打斗功夫远不如末将，被末将追杀了数十里。张教本想格挡那符箓，却不料他竟如流光一般没入体内。那妖人贴了符后，速度暴增数倍，末将追之不及，只好作罢。可到了第2天，末将竟一夜老了10岁，真气难以调动，浑身疲惫不堪。末将当即骑马，日夜兼程赶回洛阳。此等术法，老夫也闻所未闻。你先暂住相府，老夫以真气为你养着。对了，那邪修唤作何名？相国，那邪修名唤虞吉。